女大学生刚毕业就回家继承了爷爷的小饭店，然而厨子的家不仅没有将饭店做倒闭，反而每天都赚得盆满钵满，只因饭店每晚都会有神秘客人来吃饭。请问店家还有吃的吗？花卷看着眼前的老人，他一身粗布做的衣服，还有不少补丁，背上背着一个背篓，花白的长发束在脑后。难道附近有剧组？这个大叔是在拍电视吗？大叔，我的店还没有开业呢，只有方便面了。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给你泡一碗。大叔有点懵，好像不太理解花卷说的话，只听见不嫌弃之类的。他轻声地回答道：“麻烦店家，我随便吃点什么都可以。”还怪有礼貌的脸。随即花卷回到厨房，泡了一碗方便面，为了给老人家增加营养，还加了一个蛋。大叔，面好了，你吃吧。老人这回却迟疑了，本来只想吃一碗简单的阳春面，可没想到店家端上来了一份这么香的面条，里面还有荷包蛋。店家，我没有那么多钱，吃不起这么好的面条。没事，不要钱，您放心吃。这不行，这不行。没关系的，面条都下好了，你不吃就浪费了。老人犹豫再三，叹了口气，然后用布满老茧的手拿起筷子，慢慢挑起一筷子面，不一会儿就将面和汤全部吃完了。多谢店家，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条，只是我身上铜板不够。老人掏出2个铜板放在桌上，又从背篓里拿出了几根萝卜。这里是我自己种的萝卜，今天拉去市集上卖，还有一些没有卖完，我能不能抵给店家当面条钱？也不知道还差多少。一碗泡面也不值几个钱，不用啦。在老人坚持下，他收下了4个大白萝卜，走到门口目送他的第一个客人离开。老人走后，他回到店里收桌子，看见老人留下来的2个铜板，不知道这个铜钱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条街有一个古玩店，等有空去店里问问。第二天，花卷起了个大早，看着昨晚上老人送的萝卜，他去买了几斤排骨回来煲汤。刚到店，一个大婶就走了进来。哟，你这个白萝卜不错啊，在哪买的？不是买的，是亲戚送的。那还剩下2根，卖给我吧，我今天回去也炖个汤。可这我也不知道卖多少钱啊。你看你开着小吃店还不知道价，这样吧，就按那边老刘菜摊的萝卜价吧，这2根嘛，20卖不卖？那行吧。大婶转完账后便拿着萝卜走了。今天还莫名其妙的挣了20块钱。转眼夜幕降临，一天又结束了，小街也恢复了寂静。正当花卷准备回楼上休息时，小吃店的门被推开了，走进来的还是昨天那个老人，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局促。大叔，你来的正好，昨天你留下的白萝卜今天卖出去了。哎，那萝卜是自家种的，不值什么钱。这里有一些山板栗，我孙子今天上山捡的，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还请你收下。好家伙，真沉呐，估计有10来斤。大叔，你吃饭了吗？我给您下碗面条吧，今天就吃萝卜汤面怎样？好，那就麻烦店家了。说完他就后悔了，自己是来感谢店家的呀，怎么一闻到店里的香味就又嘴馋了。花卷走进厨房，煮了一碗排骨挂面给老人家，端上桌后，老人一会儿的功夫就吃完了。没想到我能吃上这么好吃的面条。说完，他掏出了5个铜板，小心翼翼地放在桌面上。大叔，我已经收了您的板栗了，怎么好再拿钱呀？再说了，这个铜钱我也用不上啊。那些板栗不值钱，都是山上捡的。那也够了。正在推搡中，店里又进来了3个人。啧，我今天算是见到稀奇事了，5文钱还客套起来了。花卷看向来人，这是一个穿着古代服装的年轻女孩，身后跟着2个穿着劲装的男子，腰间配着刀。附近有什么景区吗？过来拍照，还是玩 cosplay？ 你的穿着好生奇怪。罢了，我饿了，你们店里还有什么吃食？不好意思，我这个店还没有开始营业呢。你少诓我，没有营业，那他怎么能吃？簇簇准备吃食，少不了你的银子。在这唱戏呢，不会是遇到神经病了吧？还剩下面条了，你吃吗？不吃的话，你们可以再往前走走，应该还有别的店开门的。我们一路走来，只看见你这一家店，前面就进城了，没几家店开门了。你这面条闻着挺香，就吃它了。花卷正要去厨房，看见老人家步履蹒跚往门口走去，他想了想，叫住老人，然后从包里拿出一把大白兔奶糖，塞进老人手里。大叔，这些糖拿回去给您孙子吃。万万没想到，自己一个普通工科大学生，竟然做起了面条生意。你这面条真不错，比我家所有的厨子做的都好吃。大户人家啊，还有厨子呢。这时，一个男人就从怀里掏出来1块碎银，放在桌上。怎么回事？前面给铜钱，现在给银子。花卷彻底懵了，他试探性地说了一句：“宫廷玉液酒。”你这里还卖酒吗？进贡的酒。你们从哪里来呀？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我今日山中落霞寺为父亲祈福，没想回来路上遇到了大雨，耽搁了些时间，这才晚了。今天艳阳高照，哪来的大雨？而且也没听说山里有个寺庙啊。
女孩子休息够，向花卷告别。花卷跟在后面走出小吃店一看，这才发现不对劲。白天周围的店都没有了，四周黑漆漆一片，什么也看不清，只剩下小吃店的灯光照着门前一小块地方。我这是穿越了吗？女孩继承了爷爷的小饭店，没想到开业第一天上门的客人不仅身穿奇装异服，结账时还用铜钱和碎银，这直接让女孩瞬间傻眼。直到她将客人送出去时，饭店其他门店都不见了。这时女孩才发现自己的饭店自带穿越功能，于是第二天早上她就带着铜钱和银子来到了古玩店。你这个铜钱怎么这么新啊？看着像假的，但是又是真的，我得仔细看看你从哪里搞到的。是我爷爷留给我的。这个要是拿去拍卖，估计差不多能拍到4000块一枚。可是拍卖嘛，一是耗时长，二就是万一卖不出去，你给拍卖行的佣金还得照付，风险蛮大的。我急用钱，那你这里收吗？如果你要直接出手，那就2000一枚怎样？我一共有7枚，2500一枚行吗？那行，就2500一枚。老板付钱很爽快，半分钟后花卷就到账了17500元。随后花卷又掏出昨晚女孩子留下的碎银。老板，你看看这值多少钱？哎呀，这个是碎银，看起来是古代的制作工艺，含银量也不高，不值什么钱。说完他称了一下，23克左右，你要是卖就给你300块。谢谢，碎银就不卖了，留着做个纪念也不错。那行，你如果还有别的要卖，可以来找我，给你算高价。离开古玩店，花卷买了杯芋泥奶茶，坐在椅子上盘算起来。既然小店晚上可以通到古代，那可以准备多一些吃的东西，有科技的加持，现代的食物还不把古人迷得不要不要的。爷爷留下的小吃店真是宝藏，争取做大做强，走向致富道路。随即花卷去购置了不少东西，刚到店就见2个人走了进来。哎呦，你总算回来了，老陈，快来，这就是我说的那家店。你昨天卖我的萝卜香的哟，我拿来煮汤，比老刘家的白萝卜香10000倍。我今天来看看你这还有没有，我要再买一点。大妈，白萝卜没有了，昨天最后剩下的2根都被你买走了。这也太可惜了。哦，这是野生板栗吧？我好多年没见到了。陈大妈，你真厉害，这就是野生的山板栗，我准备用它来做板栗鸡。这野板栗多少年没吃着喽。老李，买不到萝卜就买这个板栗也行，回头我们也买只鸡来烧。2人一拍即合，还剩下7斤板栗。陈大妈和李大妈一人拿了3斤，另一人拿了4斤。花卷按20块钱1斤的价格赚到了140块钱。不知不觉到了晚上，天刚一黑，花卷敏锐地察觉到门外的人声突然消失，他知道小吃店穿越了。花卷等到很晚，也没等来大叔。或许大叔今天不用去城里卖菜。这时门被推开，一个猎户打扮的壮年走了进来。咦，这家店开门了。你好，请问你要吃点东西吗？今天店里有丸子，还有板栗烧鸡，烧鸡加米饭30文一份，丸子素的1文1串，荤的2文钱一串。哦，好，给我来1份烧鸡，再来2串素丸子，有酒吗？抱歉，小店刚开业，还没有酒呢。花卷从砂锅里盛起一碟烧鸡，又装了一大碗米饭，端给吴清。哦，这难道是大米饭？粮店里也有卖这种精米的，可那哪是我们穷人买得起的？米饭可以加哦，只需要2文钱1碗。吴清瞬间就吃完了3碗米饭，太好吃了，店家你的菜太好吃了。吴清看着皮肤白皙、着装怪异的花卷，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一定是闯入了仙家地界，遇到了仙女下凡，这也不是凡间食物，才会如此好吃。随后他掏出38文钱，虔诚的双手把钱递给花卷，请仙女姐姐笑纳。花卷嘴巴张成 O 型，忍不住笑了。你说什么呢？我不是仙女，我是人。我懂的，我懂的，我会为仙女保密的。第二天，花卷找到了一家看着比较气派的古玩店。这家老板比县里的实在一些，他出价3000元一枚，收下了这38枚铜钱。这次入账114000元，上次买了关东煮鸡和冷柜之类的，花费1500，所以现在花卷还有124000左右。花卷看着银行卡的余额，笑得合不拢嘴。从小到大，他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呢。随后，花卷又买了一些物资，回到小吃店，分别将食物分好类，就决定今天晚上准备做酸菜鱼。转眼就到了晚上，就在这时，苏婉走进小店。自从上次祈福回来，路过这个小吃店，吃了店家的面条以后，我便想着带一些回去给爹爹娘亲尝一尝。只可惜昨日白天找店门怎么也敲不开。店家姐姐，我还要1碗上次的面条，另装2份，我要带回家吃。花卷从厨房里探出头，原来是那天晚上的富家小姐呀，又有一个回头客啦。
她本是古代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明明每天都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可是她依旧每天愁眉不展，只因她偶然吃过一次现代充满科技与狠活的食物，那个味道在她脑海中旋转。于是这天晚上，悄悄带着仆人来到了这个饭店。店家姐姐，我还要1碗上次的面条，另装2份，我要带回家吃。今天店里没有面条，要不要尝尝酸菜鱼？特别好吃。酸菜鱼，我可从未听说过还有这种菜式。哇，这可是你说的酸菜鱼的香味。正是，刚刚出炉，要不要来一份尝尝？你们3个人正好吃一锅。不可，我等仆从怎能和小姐共用一锅？我等随意吃点馒头咸菜就可。这一锅挺大的，你们小姐一个人也吃不完，我给你们另外拿碗装2份。随从还想说什么，苏婉抬手拦住。罢了，就依你说的，速上菜来。另外还有什么别的新鲜玩意也一起上吧。酸菜鱼端上桌后，苏婉拿起筷子夹起一片鱼片，鱼片切的倒是有些厚了，薄如蝉翼才是上等。花卷尴尬一笑，我倒是想切薄一点，可是没有那个功夫。随后苏婉优雅的将鱼片轻轻放进嘴里，刚嚼一下，又咳嗽起来。好辣！糟了，做酸菜鱼的时候放了大量花椒和干辣椒，忘记问他们能不能吃辣椒了。抱歉啊，我忘记提醒你们这个是辣的了。我再给你们换一个菜吧。不用，这个菜味道也太足了，比家里清淡的菜式好吃太多了。在苏婉吃饭之际，花卷去厨房里拿了几杯奶茶出来，来尝尝这个奶茶。这是何物？既有奶香，又有一股甜甜的焦香，好喝。果然，女孩子都逃不过奶茶的诱惑呀。这叫奶茶，是牛奶和茶的混合物，还加了少许糖，是不是特别好喝，特别解辣？好喝，现在一点都不辣了。这茶似药非药，还带有甜味，真不错。可能真是药，我喝完以后浑身舒畅。店家姐姐，我姓苏，单名一个婉字，请问怎么称呼你？我叫花卷，吃的那个花卷。花卷姐姐，你做的菜可真好吃，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以后一定会常来的。好呀，随时欢迎，我这小店里每天食物都不一样哦。谢谢花卷姐姐。苏婉扶了扶身，又看向随从，随从了然，从怀里掏出一整个银锭放在桌子上，还请姐姐笑纳，天色已晚，我们必须离去了。花卷笑开了花，这可是银锭呀，和之前的碎银不一样，这可是完整的元宝型。转眼就到了11点，花卷见没人上门了，就在卧室刷起了短视频。店家可还有吃的？来人是2个年轻男人，都身着甲胄，应该是行军的士兵。在这偏僻山脚，怎么有个姑娘独自看店？咦，你穿的是什么？莫穿，不得无礼。姑娘莫害怕，我们乃是御林军，此番是要回京述职。行军至此见天色已晚，城里已宵禁，只好在城外扎营。正巧看见店里亮着灯，因此前来看看可否买一些吃食。你们来的正好，还有一点吃的。店家，你这小店怎和其他店不一样呢？那是因为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我家乡生活习性和这里完全不一样，自然小店也就不一样了。你们尝尝，吃的东西也很不一样哦。果然很香，很不同。江时月看着菜，在这怪异的店里，还有个衣着怪异的老板娘，端来一份没吃过的食物，他是真不敢动筷子。花卷见状，夹了一片鱼吃了下去。没毒的，放心吃。抱歉，出门在外还是得小心一些。没事，我能理解。很快，他们桌上的菜就见底了。店家，这鱼可有名字？酸辣咸鲜，我可从未吃过这样的菜式。这叫酸菜鱼，是以酸菜加鱼片配合青花椒的香味炖出来的，当然好吃了。那这酸菜，我看像是农家腌制的那种。差不多吧。店里可还有其他食物？我想带一些回去。同僚也有好久未吃过热菜了。还有些包子馒头，但是都不多了。你们有多少人？30余人。我厨房里面包子馒头加起来差不多30来个。我们全要了，劳烦姑娘。这时猎户吴清走了进来，仙人信徒吴清，发现店里还有其他人，他猛然停下，磕磕绊绊地说：店家，我来进贡，不是我。你不是昨天来吃饭的那个猎户吗？今天你来晚了，吃的都卖完了。不，我不是来吃饭的，我今天猎到一只山鸡，给您送来。说着就把山鸡举向花卷。这只山鸡毛色五彩斑斓，比普通的鸡要大上许多。这在现代可是2级保护动物啊。不用了，你留着吧。您是不喜欢山鸡吗？您喜欢什么？我明日去猎一些其他的。不用啦，我收铜板就够了。你还没吃饭吧？还有些丸子要吗？好，那我就不客气了。随即花卷拿了几个丸子，又在汤里下了一包方便面。盛来时，吴清早已经坐下了。就在吴清大快朵颐时，莫川闻声凑过去闻了闻，哇，这个丸子还有多少？我们也全要了。随后花卷拿了一个盒子，全给他们装了起来。正在花卷算账时，江时月大手一挥，留下一块银锭子。姑娘，你店里的东西甚是美味，不用找了。
最后今日收入银锭子2块和吴清付的15文钱。第二天，花卷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昨晚赚的变成现代的钱。于是他来到了上一次古玩店。是你啊，小妹妹，是又有什么好东西了？花卷把银锭递给老板，老板顿时瞪大双眼。没有什么氧化痕迹，底下的蜂窝倒是对得上。你是熟客了，我也不跟你来虚的。8万1块，这个老板还算真诚。花卷欣然同意，他拿出2块银锭和15个铜板。就这一会，20万5千元到账，加上存款，现在花卷卡里一共有差不多33万了。我只是回家继承了一个小饭店，没想到开业第3天我就用几百元的成本赚到了33个 W， 只因我的饭店可以来回穿越古代。为了尽早挣到一个小目标，我白天就在厨房努力的准备食材，殊不知我的小店已经在古代炸开了锅。你说的可是真的？赵洛听到这话，他眼里多了几分怀疑。真的，就在城外巫山脚下，我去落霞寺祈福的时候看到的。店里卖的糕点又软又香，比京城飘香阁的还好吃。还有一种茶叫奶茶，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口齿生香呢。等有机会我们一起去尝尝看吧。你可真是夸大了，京城里什么好吃的没有？你说那个店里的东西比京城的还好吃，这不是纯骗人吗？唉，我真没夸大，你去吃了就知道了。反正今晚不宵禁，去看看也不亏啊。赵洛本不想去，可其他几个小姐妹听见苏婉的话，纷纷表示可以结伴去看看。另一边，花卷也在积极的准备吃食。这时，苏婉就带着她的小姐妹来到了店里。花卷姐姐，我带我的好姐妹们来了，我要奶茶，还有几块那种圆圆的糕点。好的，你们先找地方坐下吧。哼，我只是陪你来的，不用点我的份。花卷姐姐，别理她，就按我说的上菜。随后，花卷来到厨房，拿了4杯奶茶和4个瑞士卷，一端上桌，苏婉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其他3个女孩看到这一幕，也疑惑起来了，真有这么好吃？在好奇心的驱使下，3个女孩也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几个女孩就将桌子上的食物一扫而空。花卷从厨房伸出头，看见桌子上的食物都吃完了，她走过来问：“瑞士卷好吃吗？”“好吃，我最喜欢今天的新口味，外面还有一层褐色的脆脆的皮，没想到苦与甜竟能如此相融。”“那个是巧克力味的呢。”“花卷姐姐，我要带一些瑞士卷回去给我爹娘，就要那2个新口味。”“我也要。”“我也要。”赵洛也顾不得矜持，急声说：“我也要一份带走。”苏婉歪头看向赵洛：“我就说好吃吧。”“是挺好吃的。”很快，几人就将所有的瑞士卷都买完了。就在几个女孩走后，饭店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花卷就将小龙虾和锅包肉推荐给了他们。客人吃完都意犹未尽，一边走还一边说：“这个店里的东西真好吃，我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很快，店里面就没什么存货了。花卷也准备歇业了。今天真是累死我了。不过今天挣了3块银锭子，外加35个铜板，比前几天都要多。这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店家，我要一份酸菜鱼。花卷这才认出换上了常服的墨川。今天没有酸菜鱼，其他东西都卖完了，你明天再来吧。墨川不死心，伸长脖子往锅里看去。这个锅里不是还有东西吗？我就吃这些。不行，剩下的小龙虾是我自己吃的。没关系，没关系，给我留点汤汁，我沾馒头吃也行。真没有了，明天你早点来，我给你留好吃的。说完，花卷不再搭理他，转身去收拾厨房。墨川见状，急忙跑到花卷前面：“店家，我帮你洗碗。”“不用，我可以自己洗。对了，你不是跟着队伍回京吗？怎么还在这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上头让我休息一段时间，正好我家就在前面的城里，离这里很近。”说完，墨川又看了看装小龙虾的锅：“我可以做你的店小二啊，跑堂洗碗我都行，而且我不要工钱，你就把剩的那点菜给我就行。”“我店里不招人。”“开玩笑，小吃店的秘密可不能暴露。”花卷转头看见墨川看着小龙虾直流口水。“好吧，你先等等，我帮你热一下。”花卷来到厨房，煮了一包方便面，然后再将面放进小龙虾的锅里。“我给你加了点面，你搅拌下吃吧。”墨川吃了一口面条，眼睛就亮了。“好吃。”“你是满足了，而我今晚又没夜宵吃了。”“店家，你真的是仙人吗？这里面都是我没见过的东西。”“怎么不说我是妖怪？”“不可能，谁不知道妖怪从来都是茹毛饮血，他们可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东西。”“你知道就行，这是秘密，不要说出去。”“难怪你做的东西那么好吃，原来都不是这个世界的食物啊。”“好了，我要关店了，今天晚上累死了，你也赶紧回家吧。”
第二天，花卷看着桌子上的银子和铜钱，担心频繁卖银锭子太扎眼。他看了看银行卡里的钱，还够用，于是决定先把银锭子放好，暂时不卖。随后，他在网上订了一台洗碗机，带上了手机，来到了一个烤鸭店，买了30只烤鸭。正在忙碌的花卷不知道自己的小吃店的美食在另一个世界已经开始出名了。万书君吃过花卷的瑞士卷后，急忙来到他舅舅的酒楼。你说那糕点口感轻盈柔软，奶香十足，叫瑞士卷。我经营万福楼已有30余年，尝过的糕点无数，不可能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真的，就在城外山脚下的一家小吃店。哼，还开在城外，那更加不可能了。要是有人做出这种点心，怎会在那偏僻处开店？这生意是不想做了。舅舅，我何曾骗过你？若是叫别家抢先做出了类似的糕点，岂不吃了大亏？那你可有带回一些让我看看？在回来的路上被我吃完了，但是那家店晚上开门，你若不信，可今晚派人去带一份回来，只是要趁早，不然卖完了。张三、李四，今晚你们就去那小吃店一探究竟。李大学生带着饭店来回穿越古代，没想到现代食品让古代人欲罢不能。然而这一现象却让城里酒楼的老板感受到了危机，随即他就派了2个人去打探情况。当2人来到饭店时，就看到食客们已经排起了长队。啥破店啊，这么偏僻还不开门，这么冷的天就让人站在门口。万福楼都没这么大谱。这些人该不是店家请的托吧？不是托也是傻子啊！晚上了，等一个破店开门。喂，你们2个骂谁傻子呢？不吃就滚！哟呵，就不滚怎么的？我倒是要看看这店到底有什么蹊跷。要是不好吃啊，我就把东西全砸你们脸上。这话一出，队伍里的人齐刷刷地看向了他们。站在门口的墨川撸起袖子就要动手。好香啊！这是什么味道？不是昨天的小龙虾味，小吃店上新菜了。哦，怎么还不开门呀？好想吃！真的好香，我也想吃了。哼，没出息！别忘记我们是来干什么的。花卷把店门打开时，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大跳。这么多人嘛，各位不好意思，店内空间小，请按顺序进来，坐不下的可以打包带走，不一定要在店里吃的。老板，今天是什么菜呀？今天的新菜是烤鸭，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怎么不是小龙虾啊？我家店每天菜式不固定，想要吃烤鸭的可以进店了。今天只有30份烤鸭和一些糕点。店家，你家店开门都太晚了，我们每次来都要等很久。那下次你们要来吃饭，就用此物传讯我。店家，用此物传讯挺贵的吧？不贵，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苹果，15 Pro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真挺划算的，靠谱吗？靠谱，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专业质检，1年质保，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随后众人立即涌入饭店。不好意思，没有座位了，只能委屈你在柜台这边吃了。不要紧，不要紧，只要给我吃的，我在哪里吃都行。张三和李四原本打算吃完烤鸭，再偷偷把糕点装包里面，然后假装不干净，掀了小吃店的桌子。结果2人咔咔就是一顿炫，完全把老板交代的任务忘记了。直到桌子上的东西一点也不剩，他们舔了舔手指，意犹未尽的离开了。很快，30份烤鸭和糕点就卖完，客人散去，小店又恢复了宁静。花卷拿出脱骨鸡爪和2瓶冰镇可乐，邀请墨川来吃。墨川拿起可乐，直接倒入嘴里。这是何物？看这颜色像药。这叫快乐水，喝了人会浑身舒畅。果然是仙界才有的神奇东西。随后，墨川又拿着柠檬鸡爪酷酷一顿炫。吃完这些东西，他已经下定决心，不管怎样都要赖在小吃店里。花老板，你的手艺这么好，怎么能让你做那些脏活累活？反正我晚上也空闲，以后店里的碗我包了。那我要付给你多少工钱？不要工钱，反正只用干晚上1-2个时辰，我只要能在店里吃饭就行，也不用特意准备我的吃食，店里有啥我吃啥，你看怎么样？那好吧，你以后有空就过来，开门你就进来，关门你就回去，我管你吃，你就帮我做一些杂事。最后清点，今天烤鸭收入3600文，糕点收入1280文。花卷每天最高兴的就是点钱，但是点着点着，他又开始发愁。这么多铜板，全部卖掉恐怕会被抓起来吧？可是不卖又怎么变现呢？另一边，张三李四回到万福楼，都没想起自己还有任务在身。带回的糕点拿出来看看。钱吹了没带回来。哼，我养你们有何用？老爷，那蛋糕味道是真不错，虽然我们没带回来，但是我身上还有味儿呢，你闻闻。哟呵，滚！没用的东西，还敢叫我闻你身上的味道？你也配？1个2个跟失了魂似的，那东西真有那么好吃吗？
第二天，花卷看着手机里的余额，他上午就疯狂到商场买，下午就到超市采收食物，晚上第一个客人是第一天来的那个大叔，身旁还跟一个小女孩。大叔，好久没见你了。家中老伴病了几日，这几日便出门，这不，今天刚有一点好转，我这才带着孙女进城卖菜。花卷看向小女孩，大约11、12岁的样子，穿着粗布衣裤，上上下下7、8个补丁，不过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大牛，快和店家打个招呼。店家好，你叫我花卷姐姐就好了。小妹妹，你今年多大了呀？已经15岁了。已经15岁了，看不出来啊，可能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个子比现在的同龄人矮上许多。随后，老人拿出了2个袋子，准备递给花卷。这是山里的野菌子，这一袋是家里种的萝卜，请收下。要不我帮你把它们卖了吧？上次的萝卜和板栗都卖完了，很受欢迎呢。我送你了，店家怎么处置都行。我今日来还有个不情之请。大叔，你请直说。老妇病了几日，现虽已大好，却全无胃口，什么也吃不进。如果还有上次那样的面条，可否再卖我1碗？那样的好滋味，想来他肯定能吃下。当然可以啊，只是方便面没有什么营养，我再煮1份粥你带回去吧，更适合病人。随即花卷到厨房做了1碗虾仁瘦肉粥，又拿了一些鸡腿和牛奶让老人带回去。这时老人掏出1串铜板，准备递给花卷。大叔，你已经给我这些野菌子和萝卜了，足够了，不用再给钱了。你这样对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没事的大叔，这些吃的不怎么值钱的，你以后有困难尽管来找我。店家，您等我片刻，我一会就回来。大牛就先在你这。我将现代饭店开到了古代，拿出了现代食物，纷纷让古人给出了好评，更是有老人为了给生病的老帮主一口吃的。半夜领着孙女前来，我见他们可怜，便送了一些食物给他们。结果老人立马回家拿了一个瓷器来送给我。大叔，这可使不得。你收着吧，这是前朝的时候，有一大官逃命到我们村，在我们家住了几天，走的时候便留下这个碗，我看它好看，就一直留着。这时墨川也走了进来，看了这个碗一眼。这个碗是官窑的，也就是看着好看，但是是前朝的，又不能卖，不值钱了。大叔，我很喜欢，谢谢。你喜欢这种东西啊？外面多的是卖的，什么花样的都有。我还在愁铜钱太多不安全，要是拿银子去买各种杯碗花瓶，那出手不是更方便了吗？我可真是个大聪明啊！送走了老人和大妞，花卷把所有的银锭和铜板都交给墨川。你帮我拿这些去买杯子、花瓶之类，挑漂亮的买。如果能买到官窑的更好，明天晚上过来给你吃好吃的。交给我吧。第二天一早，花卷带着老人给的碗，直接就去了上次那个古玩店。姑娘，好久不见，这是又有什么好东西？我有一个碗，想让您帮我看看。请跟我来。然后引着花卷上了2楼。老板，麻烦您帮我看看。好东西啊！这个朝代太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战争中，导致流传下来的好东西很少，特别还是易碎瓷器。你手里这个瓷碗保存完好，而且还是官窑，很开门，这也是你爷爷留下来的。是的，您看看值多少钱？姑娘，你也是我们店常客了。老实跟你说，之前你卖给我的银锭和铜板，我都出手了，也赚了一些，所以这个瓷碗我也不玩虚的，跟你直说，碗肯定是好东西，花纹清晰，也绝对是真货，我愿意出120万收了。闻言，花卷愣了一下。姑娘，你放心吧，你都是我这儿的大客户了，我不会坑你的，我还指望以后我们继续合作嘞。那好吧，就这个价吧。大叔为我赚得了第1桶金，又给了我这么大一笔财富，以后一定要多弄一些好吃的给大叔和他家人。晚上回到饭店，花卷煮起了鸳鸯火锅。这时墨川人没到，声音就到了。好香好香，今天喝汤吗？墨川大步走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人。花卷定睛一看，是好久不见的江时月。你煮的这个汤，泡饭定是美味。花卷姑娘，好久不见。是呀，好久没见了。你这是从京城回来吗？是的，暂时休息几日，便要再次启程了。这时墨川拿着大勺舀着汤，想看看里面有什么。别动那锅汤，不是吃它。煮的汤不喝，那拿来干嘛？等会儿再跟你解释。对了，我让你办的事呢？你要的东西不难买，只是如果要官窑，得有点门道。正巧10月来了，我便求了他，这个便是了。听墨川说你喜欢前朝官窑制品，家父正好认识这城里一个当铺老板，我找了他才得了这一花瓶。他还帮你贴了5两银子呢。太谢谢你了，我现在手上没有多余的银子，先欠你，过几日一定还。不要紧，那我就不客气了。你们来的正好，晚饭都准备好了，现在可以开吃了。3人刚坐下，墨川就发出了疑问：这清汤可以泡饭，那这红色的如何吃？
那些是汤点，不是拿来泡饭的。我们吃桌子上的菜。两人又看向整整齐齐的各种肉和蔬菜，可这些都是生的。随即花卷就从锅里抓起2片牛肉，分别放入他们碗中。来，你们尝一尝。好吃好吃，就是有些烫。没想到牛肉被这汤烫熟后，搭配这蘸料竟如此好吃。我没说错吧？花卷这好吃的多到连吃1个月都不会重样。花卷姑娘这食物可有名字？我们管这叫火锅。我听闻塞外部族也有类似的吃法，将生牛羊肉切好扔入沸水中，稍稍烫一下便蘸盐巴吃。可是这火锅又复杂许多，味道也更好。对，这是改良版。这种改良版除了汤加了一些调料，还有一种有趣的地方，就是自己调蘸料。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蘸料。自己调，这真是有趣。花卷姑娘调的这碗就甚合我口味，可否请姑娘告知在下如何调？我的话一般都是只加香油、盐、香菜、葱花，反正吃火锅蘸料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要吃着符合自己口味就行了。正在3人吃着火锅唱着歌时，苏婉脚步轻快地走进来。花卷姐姐，好香啊！苏婉妹妹，你来的正好，要不要一起吃火锅？苏婉看了下火锅，又看了看2个大男人，从小的教育让她做不到和陌生男人坐一桌吃饭，虽然闻着很香，她也只好婉拒。不用了，我已经吃过晚饭了。花卷姐姐，我这次来是有事想要拜托你。你请说。过几日便是中秋节，按照惯例，族里长辈晚辈都要到府中吃团圆饭，不知你能不能为我们的团圆饭准备些点心？那不知道你的家宴有多少人？各房加起来约有40-50人。可是我不知道那些糕点是不是符合所有人的口味呀？这样吧，我明晚早些来，你准备多一些点心，我试试菜再决定。这个主意好，我可以带一些瑞士卷回去给我爹爹尝尝吗？如果他吃了，我就有把握了。这当然没问题了。古代千金小姐家开宴会，她却来买现代糕点来当宴会上的点心，这让她爹担心不已，害怕宴会搞砸丢了面子。随即他就来到饭店，拿了2人份的瑞士卷和奶茶，转身跑回了家。哼，好什么？冒冒失失，成何体统？爹娘，你看我给你们带回什么好东西了？你老爹走南闯北几10年，什么好东西我没见过。这叫奶茶，你们快尝尝，还是热的呢。哦，这茶加了牛乳，还加了糖，味道不错，甜甜的，还有茶香。怎样，好喝吗？不错，这就是你吵着要去的那个城外的小吃店里的吃食。对呀，那店里还有不少好吃的呢。对了，这里还有2块糕点。宫里的娘娘怕是也吃不到这么好的糕点吧？夸张，有那么好吃吗？哦，这是如何做出来的？口感竟如此奇特。父亲，你说后日的赏月家宴，要是给客人上这些点心，岂不是特有面子？那我明日去和你张姨娘交代一下，让你去准备点心，但是你务必不能出差错。放心吧，爹爹，这点事还难不倒我。另一边，花卷带着墨川淘来的花瓶，直接来到古董店2楼。老板将花瓶拿在手里时，眼睛都直了。没过一会儿，又叹了一口气：“老板，是花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是好东西，只是我这边收不了，价格太高了。那大概值多少钱？我觉得至少值1000多万。那你帮我拿去拍，我们写一个协议，28分成，但是前期的费用你得先垫资，等东西卖出去了，你就联系我。你又换手机了？这手机还挺贵的吧？不贵，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苹果，15 Pro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真挺划算的。靠谱吗？靠谱。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专业质检，1年质保，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从古董店出来后，花卷包了一个车，来到商超，疯狂将糕点、奶茶和各种食品装入车内。入夜，花卷把买回来的各类食物放在桌上。不一会儿，墨川、江时月、苏婉3人就来到了店里。苏婉刚进来，他就兴奋地看着桌上琳琅满目的东西。花卷姐姐，你这比万福楼的好上100倍。接下来是试菜了，还要劳烦姐姐给我准备一杯清水，用以漱口。花卷为她倒了一杯矿泉水，苏婉就拿着小勺，一样一样是过去，吃一小口漱一次口。吃完菜的苏婉当即就下了一个大订单。花卷姐姐，这些东西100两银子够吗？我府中历年都是按100两算，若是不够，我这里还有些私房钱。够了够了，完全足够了。上次的花瓶买来也才几10两，可卖掉就是天价了。那好，我们就定100两了。那可以先付我5两定金吗？当然可以。待苏婉走后，花卷将5两银锭还给江时月。我已吃了你的食物了，这个钱就当餐费。
我们那边的价格和你们这有些不一样，你昨天帮我买的花瓶就值非常多钱了，所以这5两你还是收下吧。江时月见拗不过，就收下了银锭。下次若还要买花瓶之类的，尽管告诉我，只是过几日我要护送救灾物资，只能等我回来再为你寻一些好物了。现在我手里没什么银子，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墨川，你一会可以去山脚那边的农户家找到大妞嘛，我想让她明天来帮帮我。我见过大牛的样子，找到她不难，我明天就把她带来。第二天，苏婉的张姨娘就来找万福楼的远方表哥张掌柜，准备给苏婉使绊子。你说什么？明天糕点不卖给苏府，那怎么行？本来是在你这定的，都说好了，可那苏婉硬是把这活讨了去。那便让苏家大小姐来我这定，也是一样的。哼，那不行，不能让那丫头出了风头。那你说怎么办吧？你先把糕点按往常份例预备在这，苏婉来，你就说已和苏妍定好，要苏妍本人来取方可。反正除了你们万福楼，其他店也做不了这么大的单子。张掌柜一想，毕竟是自家亲戚，便同意了。可没想，等到晚上也没见着苏婉，看着柜台里这么多的糕点，他只好亲自到苏府找张姨娘。没事，你先回去等着，晚一点肯定会找你救场。另一边，花卷将订单上的所有食物买齐后，就找来墨川几人帮忙。花卷几人分类打包食品，大妞则在一旁协助。大妞，你休息一下吧。姐姐，我不累，我喜欢做事。过几日我也要南下去灾区，我看大牛挺好，就让他在店里帮你吧。仙女姐姐，你收下我吧，我可以帮你做事情，我不会的，我也可以学。但是你这么小，怎么能出来干活了呢？仙女姐姐，你就收下我吧。今年收成不好，奶奶又病了，爷爷为了给奶奶看病，还去借了银子，现在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大妞，这个钱你拿去给你爷爷，把银子还了，剩下的给你奶奶治病，不够再找我要。谢谢仙女姐姐，以后你就来我店里帮忙，包一餐，然后月钱1两。姐姐，我不要月钱，您给的已经很多了。你不要可不行，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劳动成果。就在两人交谈时，苏府那边来人了。花卷姑娘，我家小姐让我们来取糕点。明明是古代人的宴会，桌上却摆满了现代的食物，只因在这座城外有一个来回穿越的现代小吃店。一些宾客看着桌上的食物，内心充满了疑惑，但还是有人一眼就认出的这些食物。这是花卷小吃店的糕点。花卷小吃店，这是什么地方？未曾听说过啊！你有所不知，这小吃店开在城外，且只有晚上开门。哼，城外的店哪里比得上城里的？这可不一定。前几日晚上，我和朋友去吃了小龙虾，那简直是美味，现在想来还口水横流呢。真的假的？真的，我去的那天没有小龙虾了，上的是烤鸭，1鸭3吃，也是好吃极了。我还在店里看见万福楼的张三和李四呢。就连万福楼的伙计都去吃了，他们可是日日吃好吃的。岂止吃了，还吃得满嘴流油，吃完后还舔了一天手指了。一旁的张姨娘眼看局面即将失控，她就来到苏老爷旁边吹耳边风。老爷，这城外小吃店的东西终归是档次太低，再说要是吃坏客人的肚子。谁知苏老爷一心吃着瑞士卷，根本就没听他讲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欢声笑语的家宴也随之结束。另一边的张掌柜看着桌上的点心，心急如焚，于是他就来到苏府询问情况。表妹，这都打烊了，糕点你看什么时候给你送过来？别送了，今天是用不上你们万福楼的糕点了。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这还给你预留着，你说不要就不要了。那我有什么办法？人家翅膀硬了，用了那城外不知名的什么小吃店里的点心。哼，我不管是哪的点心，你叫我预留了的就得付钱。凭什么我付钱？怪只怪你们万福楼还比不过一个荒野小破店。然后他也不管张掌柜，扭头回苏府去了。第二天早上，花卷就接到了古董店老板的电话。小姑娘花瓶卖出去了，卖了一个天价。卖了多少钱？卖了1900多万，扣除我的分成和拍卖行的一些费用，还有1500万是你的，我马上给你转过来。小吃店这才开张几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我一定要好好经营下去，多挣几个小目标。随后花卷直接到 4S 店提了一辆保时捷的 SUV， 这样以后买东西就不需要再包车了。另一边，陆明哲和刘鹏约从万福楼出来，手里拿着几块糕点。今天这龙须卷怎么回事？一点都不酥，感觉像隔夜了。不可能吧，满月节刚过，哪有剩的糕点卖啊？此时有人经过，他们交谈的声音传到陆明哲耳朵里。
你听说了吗？苏府年年满月节都用这只万福楼的糕点，可今年用了别家的，据说好吃的不得了。听说了，是城外的花卷小吃店，他们店还有一道菜叫小龙虾，举国上下都找不到一样的。听吃过的人回来说，那香味可以留存3日不散，有机会定要去试试。我想去城外看看。我听赵家那小子说，那家店的小龙虾美味鲜香，回味无穷，只是要在晚上才开门。那我们今晚去吃小龙虾，若是好吃，我要给哥哥带一份。晚上花卷把食物准备好后，就准备开始营业了。谁知花卷打开店门时，着实被吓了一跳，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是怎么了？昨天城里到处都在传小吃店的东西好吃，这不，大家都早早来等开门呢。大妞被挤在人群的中间，她奋力地往前挤，一边挤还一边喊着：“花卷姐姐，我在这。”挤什么挤？排队去！我是小吃店的伙计，我不用排队。麻烦大家让一下，他是我店里的人。店家既已开门，快放我们进去吧。小店只有4张桌子，每张桌子可供4个人用，可以拼桌。现在按排队的顺序依次进，不要解，反违反纪律者一律不可再进店。第一批客人进去后，陆明哲和刘鹏在队伍里随着人群缓慢往前移动。你闻着味了吗？难道就是那小龙虾的味道？真香啊！你们是第1次来？是啊。我可是第3次来了。你们第1次来，建议你们什么都尝尝，都好吃的。没过一会儿，两人就进店坐下了。陆明哲看看旁边桌上摆的没见过的吃食，客人们表情夸张，仿佛在享受什么饕餮盛宴。你说兄长会喜欢这味道吗？这就不好说了。很快2份套餐上来，刘鹏看了看，小龙虾呢？我们是冲着小龙虾来的，怎么不见小龙虾？今日不提供小龙虾，店里不能点菜，有什么吃什么。没有就算了，尝尝其他的也可以。都说小龙虾堪比山珍海味，还想买一份给你哥哥尝呢，这算什么事啊？随即2人大口吃了起来。哦，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你说兄长会不会能吃得下这些？试试看吧。2人吃完后付了钱，陆明哲喊了一声：“店家，麻烦给我一份套餐带走。”抱歉，店里限购，1人1份，不能打包。我哥哥来不了，麻烦你通融一下。花卷看见这边的动静，走出来问：“怎么了？”他说他兄长来不了，想打包1份回去。外面客人离得近的不乐意了，店家这可不能开先例呀！要是谁都来打包，我们排队的怎么办？是呀，是呀。你哥哥为什么不能来呀？他已有许久吃不下东西了。怎么回事？不知为何，自去年从战场上回来就吃不进东西，只能日日靠中药吊着，如今面黄肌瘦，形如枯槁，近来连下床都难了。你兄长可是陆将军？正是。听闻陆将军以1人之躯抵敌方100人，力挽狂澜，只可惜回来后便吃不下东西了。兄长已试过许多食物，甚至宫里御厨都束手无策，每闻到味道便作呕。今日尝了小吃店的食物，颇为特别，因此我想让兄长也试试，只可惜他来不了。那好吧，我再做1份给你带走。他本是征战沙场的大将军，却因伤病导致吃不下任何食物，每天只能靠名贵药材续命。直到这天，他弟弟给他带回来了充满科技与狠活的现代食物，那诱人的香味瞬间激起了他的食欲。哥哥吃东西了，哥哥吃东西了！这个声音瞬间就震惊了整个将军府，一瞬间的功夫，所有人都来到了房间。明理啊，你吃一口，吃一口给祖母看。好，祖母，我吃便是。陆明礼夹起一个灌汤包，直接就咬了一口。太好了，太好了！菩萨保佑我们陆家，明理竟然能吃得下东西了。老夫人柳大夫来了。柳大夫来了，快给明理看看。能吃下东西是好事，这病痊愈指日可待。只是陆将军久久不吃东西，这下吃了许多，怕会消化不好。我先开一些促进消化和养胃的药，连喝几天。吃时也需循序渐进，不可一蹴而就。祖母连连称是，又对着陆明礼的丫鬟细细交代一番。这叫什么包子？竟有汤汁在里面，鲜甜无比。我今日点的套餐里没有这包子呀，兴许是店家专门为你做的，真有那么好吃吗？我尝尝。说罢，便想从陆明礼手中拿过筷子。就剩这最后一个，还是我吃掉吧。不行啊，哥哥，我是为你好。柳大夫说了，你不可吃太多。不差这一个了。陆明哲更快一步，用手抓起灌汤包就往嘴里塞，咕哝着：“我明日再替你买一份。”陆明礼气了，可他久病，抢不过弟弟，更打不过，拿手指着他，玩笑道：“你反了天了！”陆家祖母和旁人看着，都笑作一团。祖母抹了抹眼泪，感叹道：“府里许久没有听见笑声了。”祖母别难过，以后我带你去那小吃店，将店里东西通通尝过一遍，保证你都忙着吃，再也哭不出来。你这混小子，平日里没个正形，这次倒办了件天大的好事。这食物味道很是特别，
可是找了新厨师，还是城里开的新馆子。是城外开了一家店，叫花卷小吃店。那快派人去，多买些回来。祖母别急，这会应该已经闭店了，你派人去也买不着。闭店了就麻烦他开门，我们出高价买还不行吗？不行的祖母，那家生意忒火爆，食物也不多，你没看那排队的人，纵使是限量1人只可买1份，没多久也卖完了。这次我能带回来，也多亏了哥哥的面子。做生意的人有自己的规矩，我们不好破人规矩。既是如此，明日早些去排队，多买一些回来。另一边，花卷也结束了营业。今天辛苦大家了，我们把店关了，吃点好吃的。太好了，我就等这一刻呢。今天我们吃什么？当然是吃些你们没吃过也没见过的。姐姐，我只做了不到2个时辰的活，我还不饿，随便吃一些就好。不饿也要吃，我还要你帮我呢。花卷搬出来一个电烤锅，然后在旁边摆上牛肉片和洗好的生菜。他把锅扭开，加热烤盘。这和上次吃的火锅不一样吗？不一样，这叫烤肉。将牛肉、猪肉烤熟以后，撒上辣椒粉或者蘸烤肉酱，用生菜包着吃。随后花卷浇上一点油，然后用专用的烤肉夹夹起一片五花肉平铺上去。等肉烤好后，花卷就给他们夹菜。墨川看见烤肉咔咔就是炫，另一边大妞看见花卷没吃，姐姐你先吃。没事了，大妞你吃吧，我这边很快就好。几人吃完后，墨川将大妞送回了家，花卷也回到现代，直接睡觉了。第二天，花卷起来，直接就到超市采购了大量食物。到了晚上，花卷打开门，外面依旧是长长的队伍。大妞来得早，她今天就在队伍的最前面。花卷把提前写好的菜单也贴在门口。灌汤包、虾饺、麻酱拌面和红豆小丸子，甜品供应瑞士卷。怎么今日菜单又换了？小店每日菜单都不同，今天还是限购每人1份套餐。昨夜泡面还未吃够，今日却吃不着了。您放心，今天的拌面保证也好吃，还可以自选是麻酱拌还是葱油拌，只需要在点单时告知我们店员就行。既然店家如此说，那我今日还是要1份套餐。众人进到店里，花卷就看见了陆明哲。你哥哥昨天吃东西了吗？多亏店主昨日相助，兄长吃了。明哲无以为报，若以后店主有需要，必当肝脑涂地在所不辞。那就好，只是一些吃食，你也不必放在心上。只是我兄长身体还很虚弱，所以我希望今天同样能带一些食物回去给他，希望店主行个方便。那他今天白天吃东西了吗？今日府中的食物，兄长还是一点未沾，甚至一闻就作呕。那我多给你准备一些食物，明天白天也能吃。只是我听说厌食症多半是心理原因造成的，你们可以从这方面入手。自从兄长自回家后，情绪一直低昂，以前以为是重伤导致的，如今花卷姑娘这么一提醒，回去以后要多方打听，再重新和柳大夫商量商量。很快，花卷就将食物准备好了。这一盒是今晚吃的，这一盒是明早吃，这一盒是明天中午吃的，吃完后明天晚上再来。多谢店主，此次若非店主鼎力相助，兄长怕是撑不过今年冬天。没关系的，不要放在心上。随即，陆明哲就掏出了一个鼓鼓的钱袋。明哲实在无以为报，还请姑娘笑纳。那我就不客气了。对了，我也不知道你哥哥口味怎样，所以各种东西都拿了一些。你回去以后仔细观察一下，如果你哥哥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可以告诉我，我下次可以准备周全一点。好，那就谢谢花卷姑娘了。哥哥明明已经命悬一线了，弟弟不但不去找大夫，反而跑了去饭店排队买吃的。家里的祖母看见这一幕，非但没有阻止，还让弟弟跑快点。只因哥哥得了古代厌食症，只能用现代食物才能医治。今日的竟比昨日的味道更好，好吃就多吃点。祖母，你也尝尝，还有许多东西我吃不完。这饺子小巧玲珑，皮晶莹剔透，甚至能看见内馅，与寻常饺子截然不同。这叫虾饺，里面有整整1颗虾仁呢。不过我觉着可以稍蘸一些醋，味道会更好。你说的有道理，彩云，你厨房拿一点醋过来。这又是什么？这是龙江猪脚饭，说是比昨日的泡面还好吃。哦，那我尝一尝。不错，香味浓郁，口感绵稠，甚是好吃。好吃就好，好吃就好。祖母，我觉得身体状况好了许多，明日开始可以尝试到花园里走动走动。那明日便叫柳大夫来商议，只要你好好的，祖母就放心了。就在陆家人开心的交谈之际，花卷这边也结束了营业。大妞，今天木川没有来，你先回家吧，这里有我就行。没关系的，花卷姐姐，这条路我很熟，闭着眼都能找到家呢。
反正剩的东西也不多了，我帮你收拾完了再回家。大妞，你这么懂事，我可是捡到宝了。花卷姐姐是我见过最好的人，可以在小吃店里做事，我才是最幸运的。如果可以，我想一辈子都留在小吃店里。一辈子太长，你以后也要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啦。花卷姐姐，你以后不要我了吗？不是不要你，而是等你长大了，要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好了，赶紧回去吧，太晚了你爷爷会担心的。对了，这些大米带回去吃。那花卷姐姐再见。大妞走后，花卷清点了一下今天的收入，陆明哲给的最多，一出手就是30两银子，加上其余客人，一共赚了55两银子。第二天上午，花卷还是去采购食物，晚上开店时，大妞就来了。墨川哥哥今日来找我，让我给姐姐带个话。南方灾情严重，他和江公子已经回营了，后日便要出发去灾区。他还说这一去一回，快的话也要大半个月。店里的事要我多帮姐姐，待他回来，他要继续在店里做跑堂的。你明日若见到墨川，请他务必在晚上来一次小吃店，说我有吃食要交给他。第二天，花卷就来到超市买了一些高蛋白和高能量的食物，随后就叫超市送了几百斤大米和10几桶饮用水。晚上，小吃店营业结束，江时月和墨川准时来到了店里。我准备了这些东西，你们看看哪些能用上的，尽管拖走。江时月仔细看了看，这竟然是精米，竟是如此的白，如此的干净，这是什么？压缩饼干，睡袋可顶饿一餐。这是香肠，如今才是秋天，竟然就有香肠了。还有这个蛋白棒，撕开此物便可直接吃。如此方便，简直开了眼界。这些真是好东西，江某从未见过，请花卷姑娘说个价格，我们全要了。本来就是给你们准备的，也不值多少钱，和你买的花瓶比便宜多了。这是江时月从怀里拿出一个不包的物件。前日托佳姐买了这样东西，你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哇，好美啊！这是纯手工制作的吗？据说是翠苑楼的大师傅亲手打造，花了足足3日。谢谢你，这个在我们那也很值钱。那就好，莫川你偷回营地，把武长的那辆马车赶来。没关系，你去便是。若是被发现了，我担责。那武长还是我父亲的旧部，就算发现了，也没什么事的。墨川刚出发，花卷几人就开始将所有东西分类打包。墨川回来就直接装上了车。另一边，此刻万福楼前排起了长队。哼，你们万福楼怎么回事？卖的糕点还能吃吗？绿豆糕成粉了，枣泥酥也不酥，给我退货！就是退货，变大欺客啊！你们平时龙须酥那么难买，这次给我轻轻松松买到了，我还当是运气好，没想到你们拿变质的东西出来卖。此刻张掌柜站在门口，脸色就像吃了苦瓜一样。一切要从中秋节那天说起。苏府的张姨娘在他这预定了一批糕点，可临到头来他却不要了，最后只能砸在手里。为了不赔本，他便偷偷的将这一批混进了新鲜的那一批中，结果糕点太多，用了1周才卖完。为了不赔钱，张掌柜只能狡辩：怎么会是变质的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也不知道你们买回去多久，许是你们放家里变质了，怎么好怪我们万福楼？放屁！我昨日才买的，怎会1日就变质？就是我买回去一吃就觉得味道不对了。你当我们万福楼是什么地方？这么大的招牌，岂会做这种事？我看你们是想讹钱吧？张三李四把这些人驱散，莫要影响了我们做生意。哼！你放屁！分明就是你们卖坏了的糕点，还不承认！天网恢恢，岂容得他在这泼脏水？拉他去见官！万福楼的龙须酥吃坏了人，你们必须负责。这时万老板板着脸走了过来，到底怎么回事？闹成这样？他们说糕点变质，要退货赔偿。哼，该退货就退，该赔偿就赔偿。你看这门口像什么了？非要把脸丢尽，然后气鼓鼓进店里去了。到底怎么回事？害怕担责的张掌柜在门外就已想好了说辞。都怪那花卷小吃店，不知找了多少人在外面传我们糕点不如他，还不如他们1/10好吃。这不，许多买了的人听信了传言，吵着来退货，转去买他们店里的糕点。又是那个小吃店，一开始只当是一个荒郊小破店，现在竟然把手都伸进城里来了。可不是，苏府今年就用了他家的糕点，把我们的单子都退了。若再不做些什么，以后恐难有万福楼的立足之地啊！看来不治不行了。张三李四，你们俩去把那个花卷小吃店砸了，给他点颜色看看。张三李四面面相觑。这几日他们天天去小吃店排队，这几日下来竟没有一天菜式重复，餐餐都好吃。这可不是砸店啊，这是砸了他们的饭碗。老板，他家东西确实好吃，不如我们和他谈谈合作。如何合作？我们将他的配方买下来，引他在外卖，我们在城里卖，互不干扰，岂不两全其美？哼，
这城里哪个食铺不看我眼色行事？他在这城跟里开一家店，竟一次也没来跟我打招呼。如今我还要去和他谈合作，让我万芙蓉的脸面往哪放？女孩带着现代小吃店穿越回古代，没想到现代食物让食客们垂涎3尺。然而这却引来附近酒楼老板的不满，随即带了2个壮汉来店里砸场子。当花卷正准备拿出2万伏的电棍招呼他们时，这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喝住了他们。在人店里打杂，欺负女子，还有没有王法？哼，想装好汉也要掂量自己的分量。王法在这里我就是啊不，万老板就是王法。万老板，万芙蓉。嘿，大胆！我老板的名字其实你可以说的。王五说完便上前去，举起拳头朝那男子的脸上挥去。小心！哼！你是何人？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与我作对？本是行业竞争，你既不如人，就该请好好反省自己，而不是跑来逼迫花卷姑娘。逼迫不成，竟还砸店。哼，你管的未免也太宽了。我就管了，你想怎么着？万老板见来人不好惹，正准备离去。哼，我让你走了吗？和花卷姑娘道歉。你也不到临江城里打听打听我是谁，你今日一定要和我作对。让你道歉，说那么多废话做甚？我道歉，花卷姑娘，今天是我冲动了，抱歉，还请原谅我。砸坏了人家的东西，赔钱。万芙蓉气得胸膛急促，上下起伏，半晌才缓过来，丢了一个钱袋在桌子上。你可以走了，不要让我再看见你来找人姑娘麻烦。壮士何不留下姓名，好让我万芙蓉知道今天得罪了谁？陆明礼。原来是陆大将军，万某不知是您，多有得罪，还请。浪费我的时间，花卷姑娘，非常抱歉，让你受惊了。陆将军，今日多亏了你，不然不知道他们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你弟弟有2天没有来了，我还有些担心，怕你病情反复。没想到你看起来气色还不错。多亏了花卷姑娘的食物，我如今1日3餐都能吃下点东西，也能行动自如了。明哲有学业上的考核，最近比较忙，所以我自己来店里吃。那你弟弟这2天不来打包，你白天吃什么呢？我现在不怎么活动，白天不吃也不打紧。那怎么行？你现在是在康复期，一定要多补充点营养。说完就跑去厨房。你等等，我帮你准备些明天白天的吃食。不一会儿，花卷就将做好的食物交给了陆明礼。这是明天的食物，我要闭店了，麻烦你送这个小姑娘回家。好，多谢花卷姑娘。花卷姐姐再见。第2天，花卷开车到市里烤鸭店，直接预定了80只烤鸭。随后，他就找了一家咖啡厅，一边喝咖啡一边刷着手机。突然收到了他高中小姐妹发来的消息，是下面。花卷，好久没你消息了，你最近怎么样？马上我们高中班级要同学聚会了，定在下周的圣诞节，他们都在问你去吗？一时间，花卷就回忆起了高中被那些人嘲讽、冷眼的时光。这次同学聚会我去，你真的要去吗？你去了他们又会嘲讽你的。没关系，你帮我和班长说一声。对了，饭店定在京都的陶然居，他们还提议都穿汉服去。我知道了，谢谢你。下面晚上到了店里，花卷就让大妞去给自己挑一件汉服。什么100两买一套成衣？姐姐，我见过最好的衣服是隔壁虎妞穿的，她只花了20文钱。对，就是100两。你给我挑贵的买，不要给我省钱，知道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大妞看着沉甸甸的钱袋子，一阵头大。她哪里知道哪里能买到这么贵的衣服啊？这时苏婉慢慢的走了进来，大妞立马找她求助。苏小姐，花卷姐姐要我拿100两买一套成衣，你知道在哪里买吗？买到是能买到，花卷姐姐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为什么要花100两买一套衣服？我过段时间要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对我来说十分重要，所以我要买一件上档次的冲场面。可是因为聚会上有你心仪的男子。不，恰恰相反，是因为聚会上有我的仇人，深仇大恨的那种，我必须要艳压全场。那便不要买成衣了。听说红袖衣料铺新进了浮光锦，我去帮姐姐定制一套衣裙，保证好看。真的吗？那姐姐就拜托你了。第2天回到现代，花卷就来到商场，疯狂购买化妆品，随后在服装区买了羽绒服和一些包包。晚上饭店营业结束后，苏婉给花卷带来做好的浮光锦衣裙，真的好美。这是浮光锦，最早乃高昌国进贡给朝廷，过了许多年才在市场流通，数量也不多，着实珍贵。我祖母听闻了花卷姑娘的事，特要我为姑娘带来一副头面，以配这浮光锦。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你快拿回去。这是祖母的意思，这头面一直放在仓库里，属实浪费，不如给他找一个新主人。可是不必有顾虑，你对我们陆家，对我来说都是大恩人，我本来就发愁，不知道如何报答你。
好不容易找到了机会，还请花卷姑娘成全。那就谢谢了。对了，我也给你们买了礼物。谢谢花卷姐姐，那我在这就等着花卷姐姐的好消息了。放心吧，我这次一定能打一场完美的翻身仗。平常人家的女孩穿着价值1个小目标的汉服去参加同学聚会，一到会场便惊讶了在场所有人。富家绿茶表见自己的风头被抢，便当众质疑花卷的汉服是假货，并想去拉扯花卷的衣服。花卷反手就是一个大耳光。这可是浮光锦，你弄坏了赔不起。浮光锦怎么可能？现在唯一一套浮光锦在首都博物院，我们在直播，你可不要乱说。我可没有乱说，这就是浮光锦。花卷，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不是什么物品，而是人的品格。以你的家庭怎么可能穿得起浮光锦？你还是实话实说比较好，大家都是同学，不会嘲笑你的。如果人的品格是最珍贵的话，你就没有最珍贵的东西。这么精彩的视频你看开心了吗？再说个更开心的好消息，2月15日起，闲鱼分手节大促，大牌包包、数码产品等超多好礼限15折起。点左下角上闲鱼搜闲鱼分手节，速速去捡漏吧！你们有什么前任送的闲置，也可以挂闲鱼卖了赚钱。花卷，你不要太离谱，你这是在网上淘的吧？你又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大蛤蟆？太久没见，送你一个比心。哼，浮光锦的织法早已经失传了，你是不可能买到的。那就是机器织的呗。就你会帮腔，你来织一个试试。你既然说是真品，那你不如向直播间观众们展示一下细节，我想肯定有观众是懂不了的。如果是真的，他们或许能帮你辩解一下。来就来，我还怕你。于是花卷大大方方走到镜头前，先是转了一下身，然后把袖子拉近给观众看。一瞬间，直播间的热度剧烈飙升。此时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颤抖着双手，把手机举在眼睛前。是浮光锦，这是浮光锦。不对呀，现在哪有保存这么完好的？难道是仿品？不过仿品能做到这个程度也是难得。小汪，你快来帮我发个弹幕，问问这件浮光锦在哪里？是真的浮光锦吗？看着不像是假的，我要亲眼见到才能确定。世界上没有人比这老人更了解浮光锦了。京都博物院那件在出土时已经大面积损毁，还是他主持的修复工作。主播你好，这边是博物馆工作人员，看到的话麻烦告知一下你们现在的位置可以吗？可否让我近距离观摩一下这件浮光锦？所有人都顾着聊天，没看见这条弹幕。周珊珊却看到了，她的心脏剧烈跳动。难道花卷身上的浮光锦是真的？不行，今天把我的风头都抢完了，不能再让他出风头了。随后他假装没看见小汪发的弹幕，把他屏蔽了。怎么样，小汪，问到了没有？没问到，还被拉黑了。你怎么回事？你说了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啊，不过那个地方好像是汉文厅。你说在哪？陶然居的汉文厅啊，您看那花瓶，不就是陆先生前段时间拍的那只？快联系陆钊，让他留住人，我们现在就过去。街上集花卷穿着浮光锦参加同学会，周珊珊和朱云质疑花卷穿的是仿品，直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询问，他们才闭了嘴。随后又拿花卷的首饰说是花卷，你这首饰是假的。我说怎么什么在你们眼里都是假的？你们这么喜欢辨真假，回家看看你们父母是不是假的。哼，你这条项链全国限量2条，一条在我家，另外一条在陆家。这次我看你还怎么狡辩。说着，朱云就想将花卷的项链扯下来，花卷反手就是一个大耳光。你们真不愧是姐妹花，她刚刚被打了一耳光，你心里不平衡是吧？这时从大门进来3个人。你们在我店里干什么？这么精彩的视频你看开心了吗？再说个更开心的好消息，2月15日起，闲鱼分手节大促，大牌包包、数码产品等超多好礼限15折起。点左下角上闲鱼搜闲鱼分手节，速速去捡漏吧！你们有什么前任送的闲置，也可以挂闲鱼卖了赚钱。周珊珊认出了他，是陶乐居的老板陆钊。陆老板，不好意思，我的同学穿着假货来炫耀，我们正在说他了。这条项链全国限量2条，其中1条就在陆先生手里。没错，爷爷，我拍下了1条，听说另1条被周家拍下了，这便是周家大小姐。陆老，你有所不知，我这同学他向来喜欢名贵的首饰，可惜家里不富裕，所以也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我和 VL 设计总监是旧识，我不忍心看到他的心血被人拿出来拙劣的模仿，这才……你放屁！真的假的我还不清楚吗？这图案就是我卖给 VL 的，谁给你们的胆子扯别人的项链？你们知不知道这条项链有多珍贵？
我知道了，我说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你原来是帮上了大款，还是这个老头？听到这花卷，陆上心头，上去又是一个大耳光。这一巴掌让你长长记性，下次再张嘴就诬陷别人，就不只是一巴掌了。陆昭听到这话也十分生气，这是谁请来的客人？赶出去！随后朱云就被2个保安抬了出去。小姑娘，我叫陆建国，是一个考古的，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老人家，我叫花卷。花小姐，请问你这头面和衣裙是买来的还是？是我的朋友送的。冒犯问一句，小姑娘可考虑出售？我愿意出高价买来收藏。我不考虑卖掉呢，不好意思。那这浮光锦可以租给我爷爷几天吗？他对这痴迷的很，我出高价。抱歉，陆先生，我现在没有这方面的打算。闻言，陆老爷子叹了一口气，又继续说道：我家中有一幅祖传的画卷，画上是一个粉衣宫装女子，她脖子上的项链跟你这条项链一模一样，可惜画被毁过，头和脸都看不清了。请问你们是姓马陆的陆，还是陆地的陆？陆地的陆。花卷小姐怎么这么问？难道他们是陆明礼或者陆明哲的后人？这时花卷不敢再说话了，怕最后不好圆谎，随即找了个理由逃离了现场。接上集花卷拒绝陆建国要买浮光锦的要求后，转身开车回到了小吃店，准备晚上开店营业。另一边太医院内，院士卢永昌还在埋头研究医书，寻找治陆明礼厌食症的方子。终于让我找到了祖上医书上的治疗厌食症的药方，只等我再稍稍修改一番，派人送去给陆明礼，希望不负他父亲所托。这时来拿药的太监路过，正巧听了一嘴，陆将军已经能吃东西了，您这药恐怕还得改。他吃下东西了，你可确定是吃了哪位大夫的药好的？当然确定了，贵妃娘娘刚刚接到的家书，我听得真真切切。娘娘正往皇上那报喜去呢。至于是什么药，好像没吃药，吃的什么点心？他的病症已经十分严重，怎么会不药而愈？可能是我制定的上一副药起了效果。若是能吃东西，那还需把脉修改一下那副药方。我先去禀告皇上，即刻启程。院里的事就交于你。卢院士，你来的正好。贵妃刚刚告诉朕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陆将军吃得下东西了。皇上，我此番前来，正是想告假去陆将军府瞧一瞧。对，去带朕和贵妃瞧瞧。信里说她很喜欢一家店的吃食，朕倒是好奇了。如今记得也去探探，若真好吃，也给安平公主带一些去。安平公主正怀头胎，吃什么就吐什么。按说害喜的阶段也过去了，可症状依然没有好转，就是提不起胃口。另一边，陆明哲好不容易从太学要到了假，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约着哥哥去花卷小吃店。大哥，你的气色好多了，每天都正常吃饭吗？多亏了花卷姑娘，每日都为我准备足够的吃食，餐餐不重复，这几日没有一餐落下。也不知今日花卷姑娘准备了什么吃食，我好久没吃到了，甚是想念。既然你回来了，我们一同去吧。太好了，哥你都不知道我在太学里过的是什么日子，我觉得我也要得厌食症了。两兄弟刚准备出发，卢永昌就走了过来。不错不错，明礼，你看上去状态极佳呀。卢院士，您怎么来了？卢院士，您来的正好，可否检查一下我哥哥的身体，看看是不是真的好了？卢永昌仔细探查了陆明礼的脉象，又细细问了一下最近每日吃药进食的情况，最后这才松一口气。可喜可贺，陆将军的身体已然大好了。哈哈哈。太好了，哥，你终于恢复了。陆将军，您提到已经断药许久，那您又是怎么痊愈的？可是吃了别的什么药，还是用了新的治疗方法？并未吃什么其他的药，也没有其他治疗手段。正好我们要过去，您可以同我们一起去看看。城外花卷小吃店，卢永昌站在队伍中，看着前面熙熙攘攘的人，他皱眉道：陆将军的厌食症就是在这里治好的？正是啊，可这是一家小吃店啊。这的确是小吃店，奇了怪了，治病不去医馆，来小吃店，还是如此简陋的店。卢永昌看向眼前排队盛景，让他不禁起疑。异域有一种草，名曰迷魂花，服用之后便会上瘾，一日不吃，全身就如同蚂蚁啃食一般，痒痛难耐，只有再吃到才可缓解。看这些人脸上充满了渴望，难道店家用了此花？这时花卷出来宣布菜名，今日套餐是猪蹄啊！怎会是猪蹄？我还未曾吃过，不知道好吃不好吃，今日尝尝先。花卷姑娘做的定然不会难吃，试试便知。疯了疯了，大家都疯了！先不提猪蹄味道如何，偏偏君子抱着猪蹄啃，这该有多难看？正在卢永昌纠结时，前方就传来了声音：食物卖完，明日请早。我去找花卷，我还没吃到呢，怎么就受控了？今晚叫我如何忍？这小店也太诡异了，恐怕食物里有猫腻。陆将军还是少吃为好。没事，进去吧。陆
陆将军你来了，今日怎么迟了？都快要闭店了。出门时刚巧有些事，这才晚了。原来这样呀，你们快坐吧，花卷姐姐给你们留了食物。花卷姐姐，陆将军来了，还有他弟弟，还有一个老伯，一共3个人。这时花卷走了出来，你们来了，稍等一下，我为你们热一下猪蹄。店主，我不用猪蹄，只要给我1勺卤猪蹄的卤汁即可。若是里面真混了霓虹花，只需检查猪蹄的卤汁便可。一会儿的时间，桌子上就排满了食物。陆明里2兄弟准备动筷时，且慢，让我先检查一番。卢院使，你要检查什么？就不能先吃了再说吗？卢某怕吃了就来不及了，万事还是小心为上。卢院使请便。随后，卢永昌疯狂地用嘴试菜，没有可疑的味道，反而还很诱人，食物没有问题。终于可以吃了。随后几人咔咔就是炫，卢永昌尴尬地看向几人，随后也炫了起来。吃了一会儿，他就问花卷：“这猪蹄是如何烹制？竟然没有寻常猪肉的腥臊味。”我的家乡那边的肉猪都要被阉割，所以没有那种味道。哦，原来如此，这猪蹄炖得软烂，实在是适合老人吃。卢院士，如果喜欢，我这还有一份，给你加一份。那是极好的，有劳店家了。没过一会儿，一大桌子被分刮干净，米饭也颗粒不剩。卢永昌愧疚地对花卷说：“先前多有得罪，还请花卷小姐见谅。”卢院士是皇上身边的人，仔细一些也是应该的。我此番离京，陛下让我带一些吃食回去给安乐公主，她有孕在身，一直吃不下东西。我想，若是姑娘的食物能治好厌食症，说不定也能让公主有胃口。那卢院士什么时候回京？我好提前准备下。既然陆将军已经没事，我今晚为他开几副调理肠胃的药方，明日一早便启程。明天一早恐怕来不及，我明晚开店时才能准备好食物。卢某需第一时间向陛下复命，还请花卷姑娘行个方便。还不知道公主的口味怎么样，我看看能准备什么。公主近来喜酸辣，孕前倒是甜，孕后吃的少了。喜欢酸辣的话，酸菜鱼很适合，只是太过仓促，没办法买到，但是有现成的菠萝菇老肉，先带回去试试吧。随后，花卷又转身对陆明里说：“我为你准备了胡椒猪肚鸡汤，炖的奶白奶白的，冬天喝了最是暖胃了。明天你可以和陆奶奶一起喝。哦，对了，还有烤乳鸽，你上次说陆奶奶很喜欢吃，我这次多准备几只。”说完便要进厨房，卢永昌心中好奇，胡椒竟还能做汤，奶白色的汤想想就诱人。还有烤乳鸽都没吃过，都想尝尝。花卷姑娘还请留步。我仔细想了一下，明日还要为陆老夫人把脉，我后日启程也可。好，那还请卢院士明晚再来我这吃饭。明天我准备卖酸菜鱼。哦，一定一定。第二天，花卷准备出门采购食材时，陆钊打来了电话。你好，花小姐，我想问一下你有意向出售那套浮光锦衣裙吗？可那是我穿过的耶。花小姐说笑了，古董哪一样不是前人用过的？它的价值不在新旧，而在工艺和它身上的故事。那好吧，我们怎么交易？1月5号，陶乐居会举办一个私人拍卖会，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带过来瞧瞧，说不定能拍出意想不到的价格。说着，陆钊发给花卷一张电子邀请函，你出示邀请函就可以进去了。如果花卷小姐还有其他东西，也可以带过来玩玩。我们现场也请了鉴定专家，我爷爷也会在。好的，我会去参加的。花卷让陆明里给陆祖母带回去胡椒猪肚鸡，陆祖母吃完立马叫陆明里去库房挑一件礼物送给花卷。晚上，陆永昌来到小吃店给安平公主带吃的，花卷立马给他打包了酸菜鱼和一些酸甜口的小吃。近日天寒，内人也胃口不佳，你看，放心，卢院士，我也为您准备了一份一样的。那就谢谢花卷姑娘了。随后，卢永昌便快马加鞭直奔皇城。与此同时，有一对妇女正在小吃店门口说着话。爹爹，你来都来了，就这一口再走吗？陆儿啊，你是知州的女儿，怎么能吃起这种店里的东西来？您就信女儿一次，来都来了，难道还叫我饿着肚子回去吗？府里早就备好了晚餐，你忍一忍，到家就能吃。哼，不行，饿死了，忍不了，就要在这吃。赵继周无奈，只能让随从去排队。这写着78，小二说前面还有11桌就到我们了。这还挺新奇，每人领一个号牌，到了便进去，不出错也不会出乱子，不错。没过一会儿，他们就进店，照着店里的规矩点了一份酸菜鱼套餐，还带有米饭、红糖糍粑，花卷还另外送了4个瑞士卷。我听苏婉说酸菜鱼又辣又好吃，爹爹，鱼片配米饭更好吃。赵继周这才注意到一旁的白得发亮的米饭。急了，最近江南洪灾，大部分田地被淹，大米收成大幅减少，自己都难吃到白米饭。如今这小小的小吃店竟能给每桌都提供大米饭，他这米饭从何而来？
苏婉告诉我，花卷姐姐可能是天上仙人下凡渡劫呢。他又从何得知？她就是这么告诉我的，话本里也这么写。很快，两人就吃完了桌上的食物。比之前吃过的所有东西都好，宫宴都吃不着啊，还价格合理。上次苏婉家的团圆宴就是花卷姐姐准备的甜品。爹爹，除夕的菜式也交给花卷姐姐好不好？赵继周点点头默许，随后赵乐把瑞士卷装盒带回去，准备给他娘亲尝尝。赵继周父女走后，陆明礼送走卢院士，便择了回来，随后便交给花卷一只小碗。我猜测，比起铜板银锭，或许你更喜欢这个碗。这是莲花碗，是皇上前年命汝窑烧制的一批碗中的一个。他是第一个猜到我苦恼的人，这些日子赚了不少银两，可是不敢拿去变现，铜板数太多了，一下子涌入市场，就怕自己还没发财呢，就进去了。你真是善解人意，实在聪明啊！只要你喜欢就行。另一边，自从花卷小吃店爆火后，万福楼生意一落千丈。万福荣一边眼红花卷小吃店的生意，又怕陆明礼的拳头，他便带着礼物来到知州赵继周这儿吹风。想必赵知州早已听闻，这城外新开了一家小吃店，那可不得了，生意特别火爆。赵继周想，那可不是，自己刚吃完，那酸菜鱼的香味还深深印在脑子里呢。问，是有听说？哼，那店主是个叫花卷的小姑娘，不懂道理。按说这小吃店也属于我们商会，自他开店至今，未见他上门，更没有加入商会。这以后若是出了什么事，我们商会可是要负责的呀。这个许是小吃店开在城外，商会管的是城内的店，这有个界限不明了。小姑娘嘛，知道的少。那可能是小姑娘不懂规矩，我们老一辈的应该教教。无论城里城外，开店都有印屑，您把这印屑副本还有花卷的互贴交予我，我亲自去办理入商会手续。赵继周一愣，一看花卷就没有互贴，自己也从未听过花卷小吃店来办理东西。随即他只能搪塞道：“这是师爷办的事儿，我让他找找，迟些给你送去吧。”然后对着旁边小厮使了个眼神，小厮心领神会，转身离开。小厮一路小跑到师爷房中，急匆匆传达老爷的指令：“快，即刻办理一下花卷小吃店的印契。对了，还有花卷的互贴也一并办下来，是老爷吩咐的。办好后，花卷那一份给我，我晚上自己交去小吃店。”这样就有理由前去邀个功，顺便能蹭点好吃的。上次的酸菜鱼只是汤泡饭就已经香到脑昏昏，下次一定要吃肉。万芙蓉在赵继周哪儿吃了瘪，随即请来了他酒楼的供货商。各位兄弟，我老万一直都把你们当作自己人，现在是我老万最困难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帮我一次啊！万老板，你有事请吩咐，我们定当义不容辞。对，我们一定义不容辞。城外的花卷小吃店与我抢生意，还将我轰出门。若你们还当我是朋友，以后不要与他有生意往来。万芙蓉在此拜谢各位。那自然，但是我好像从未给什么花卷小吃店供货。其他人也面面相觑，都说自己不曾与花卷小吃店打过交道。怎么可能？这么大的生意，竟没有用着你们铺子进货？城里再无其他铺子能提供这么多货了。万老板，你相信我，我从未见过那名叫花卷的女子。是啊，我也从未见过。不过您放心，若日后她来找我们进货，我们定当拒绝。万芙蓉回到屋内，想到这几天到处吃瘪，瞬间火气上头。于是他找来王五赵六，你们找一天晚上偷偷去把那个花卷小吃店烧了。两人上次挨了一顿打，心里正气不顺呢。听到老爷这么一说，都点头同意。听说过几日小吃店暂停营业几日，正好可以趁机去放火。是骡子是吗？一把火给它烧出来看看。万芙蓉为了报复花卷，就叫王五赵六去烧了小吃店。大妞看见小吃店火光冲天，立马跑过去救火。等花卷穿越过来时，大妞已经晕倒在地。就在这时，陆明礼也跑了过来，随即花卷就叫陆明礼将大妞送到医馆，自己留下来救火。大火扑灭后，陆明礼就带着大妞回来了。大妞怎么样了？大夫说情况比较严重，只开了药，吩咐静养，其余的就看他的造化。我想你应该会有办法，就把他带回来了。就在花卷伤感时，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声音：丁可以让大妞成为饭店专职员工，这样就可以来回穿越2个世界。哦，那快，我愿意。丁契约签订成功，饭店获得专属员工1名。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上闲鱼有钱花。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好了，你先回去吧，我知道怎么救大妞了。说完，花卷就带着大妞穿越到了现代。回到现代后，直接开车就冲到了医院。怎么了这是？他刚刚在火灾现场吸入了大量的浓烟。没事，交给我们。
随后医生就把大妞带到了抢救室。她叫什么名字？年龄多大了？你是她的家属吗？听到这，花卷顿时一愣，只能胡编乱造。她叫花生，今年15岁，是我妹妹。那她的身份信息了？不好意思，我没记住。那行，等会儿记得补上，然后去把费用缴了。转头，花卷就给陆钊打去了电话。陆先生，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我遇到了一点麻烦。什么事情？你直说。就是我这边有一个小朋友来医院看病，没有身份信息。听到这，陆钊顿时就明白了。你朋友叫什么名字？多少岁？他叫花生，竹字头的生，15岁。好，我知道了。没过一会儿，就来了一个人，交了一个包裹给花卷。不愧是京都陆家，办事就是利索。这时陆钊就打来了电话。花卷小姐，东西收到了吗？收到了，非常感谢你帮了我一个大忙。不用谢，我们是朋友，希望你明天能来陶乐居参加拍卖会。谢谢，我会去的。另一边，大妞也醒了，花卷坐在她身边。花卷姐姐，我怎么了？我是洗了到天上了吗？为什么到处都是白色的？你现在活得好好的，你到了姐姐的世界来了。真的吗？那我每天都可以和花卷姐姐在一起了。是呀，以后每天都可以了，但是以后你就叫花生了。正在两人聊天时，医生走了过来。你妹妹没什么事了，回家好好休息，回去再用洗鼻器清洗一下鼻腔，按时吃药就行了。以后可再别让小孩子玩火了。知道了，谢谢医生。随后，花卷就带着大妞回了家，休息一晚，第二天就去参加拍卖会。花卷带着大妞穿回现代，立马就带着大妞购买现代衣服，并改名花生。随后就带着大妞去参加拍卖会，谁知刚到门口就碰到了周珊珊。花卷，你怎么也来了？花卷不想理他，可周珊珊没有打算放过他。我知道你对我有气，一直想要和我分出个高低，可是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你快走吧。你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这里？到这里来的人非富即贵，我怕你闹笑话，以前的事情我都不追究了，你也不要放在心上，好吗？哼，你少给自己贴金了，我来这里跟你没有半点关系。这时，一个女人走到周珊珊身边。珊珊，你来了怎么不直接进去？这是你朋友。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上闲鱼有钱花。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令姨姐，我来为你介绍，这是我的高中同学花卷。花卷，这是陆钊的表姐沈令仪。他没打算和花卷认识，只看了花卷一眼，问周珊珊：“这就是你说过的，穿着一套来路不明的浮光锦的那个女的？”虽然花卷家里比较穷，但是想必那套浮光锦是有人送她的，不算来路不明。这个年纪的女孩，为了爬上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算哪个葱？有什么资格评论别人？几人正要剑拔弩张时，保安走了过来。沈小姐、周小姐，发生了什么事？你们眼睛瞪大一点，不要放一些莫名其妙的人进去了，出了事你们要负责的。你好，小姐，请问你有邀请函吗？花卷立即把手机里的电子邀请函点开，出示给保安。花小姐，您的邀请函真实有效，请进。等等，周珊珊，你特喵的，有完没完？我有邀请函，你有什么理由拦住我不让我进？哪怕你有邀请函，你是陶乐居的会员吗？陶乐居是有规定，只有会员可以进。那你们想怎么样？让我现在办会员？会员可不是你想办就能办的。所以说陆先生给我的邀请函等于一张废纸了？当然不是，但是为了其他会员的利益着想，不如就简化会员程序，你只需要通过验资就可以进去了。你说验就验，你算老几？沈小姐，如果说这就是你们陶乐居的态度，麻烦你和陆先生说一声，我不进去了。还没走两步，陆钊带着人出来，看到这一幕，他赶紧叫住花卷。花卷小姐来了，怎么不进去？我爷爷刚刚还念叨着你，让我出来接你。陆先生，我拿着你给的邀请函都进不去，所以陆先生你在陶乐居做不了主，还是你给我的邀请函本来就是废纸一张。陆钊听到这话，感觉自己被啪啪打脸，随后对着周珊珊两人说道：“花卷小姐是我和爷爷亲自邀请来的，你们有什么资格对我的客人指手画脚？”沈令仪在陆钊的逼迫下，也只能道歉。花小姐，很抱歉，是我的错。花卷带着浮光锦和汝窑荷花碗去拍卖会，最终2样物品拍出来3500万的价格。随后就带着大妞见识一下现代文明。好美呀，姐姐，原来你的世界这么美。以后这也是属于你的世界了，你想待在这也可以，想在家陪也可以，你是自由的。两人狠狠玩了2天后，就回到了小吃店。晚上，花卷刚端出黯然销魂饭，陆明礼就走了进来。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不知花卷姑娘可否带路某一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陆将军请坐。三人坐下后，咔咔就炫了起来。好吃，太好吃了！我想明天卖这个，你们觉得怎样？这个好，荤素搭配，口味新奇，一定供不应求。太好了，明天我又可以帮姐姐了。对了，陆将军，麻烦你帮忙查一查我这饭店起火的原因。你放心，我已经派人在调查了。若是人为的，我一定不会放过他。怎么感觉脑门凉凉的？随后，花卷拿出小木板，写上明日供应，黯然销魂饭挂在店门外。他又转头看向墙面，虽说被火烧过，可是小吃店的外墙没有一点损伤，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特殊的材质，还是有一层保护结界。第二天晚上，当花卷打开门的时候，乌泱泱的一大群人排着队。店家，你可算是开门了，我今天定要尝一下你这黯然销魂饭。花老板，你可不知道啊，你这一闭店，叫我晚上都睡不好觉了。可不是嘛，只希望这黯然销魂饭不要徒有虚名。各位请放心，咱们花卷小吃店什么时候让大家失望了？这时花卷才发现，不光是排队的食客，门口还多出了许多小摊位。这是一个卖热茶的老人家来和花卷打招呼。花老板，天气凉了，我看你店门口有许多客人排着队，想要卖他们几口热茶，还望你不介意。没事的，老人家，你们随意就行了。花卷看着这么多人，怕自己和大妞两个人应付不过来，于是他就让大妞回家，把他爷爷奶奶也叫来。爷爷奶奶，大妞，你怎么回来了？小吃店今天来了许多客人，花卷姐姐问你们愿不愿意去帮忙，每天50文钱。花卷姑娘需要我们帮忙是应该的，不能提钱。说完，一家子就出发了。这时沈怀旭的马车今天正好路过，他听见城外热热闹闹场景，还以为已经进了城。奇了，如今到处受灾，没想到临江城还有如此繁华热闹的景象。少爷，我们还没进城呢。那为何这儿有这么多人？停下马车，他的书童好奇地走到队伍边问：大哥，此处为何有这么多人？这你都不知道啊？不是我们本地人吧？我们家少爷从魏县而来，说实在的，好多年未曾见到如此热闹的景象了。多亏了这花卷小吃店啊！别看店主年轻，可是做的一手美食，价格还不贵，每晚都有许多人排队。渐渐的，跟在附近摆摊的就多了。真有这么好吃？这还有假，这是隔得远，抬近了就能闻到香味了。听说今天有新菜，叫黯然销魂饭。书童打听完消息，回到马车上，告诉了沈怀旭。听说每日店里的菜式都不一样，今天吃混饭。少爷，何为混饭啊？我也算一个美食家，但对这道菜却闻所未闻。听这名字，大概是几种米混合在一起制成，没什么特别，只是为何引来如此多人排队？少爷，他们说好吃的很呢，晚了还会卖光，咱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会卖光？走走走，快去排队。少爷别急，我取了号了，在车里等就行了。没过一会儿，沈怀旭就进店了。香，纵使自己走遍神州大地，遍尝各地美食，我也没办法准确形容这个香味。客官今天只有黯然销魂饭，也可以另点小吃和甜点。随后，大妞爷爷递了一本菜单给他。沈怀旭接过菜单，满眼都是欣赏。这是谁画的？如此写实，我竟从未见过这种画风。抱歉，小的不知，小的只知道这是我们店主制作的。老人家可否引荐你们店主给我认识？我姓沈，名。花生爷爷打断他：公子你省省吧，这菜单不少书生来问过，店主从未透露是何人所画。你要是喜欢，就和那边那几位一样，抱着看看就行。随后，黯然销魂饭端上桌，被他们很快炫了干净。接着就是一盘酸辣五谷鸡爪。沈怀旭这才意识到，刚刚在菜单上瞎点了什么。怎么点了这？我不吃这玩意。这位兄台是不是不爱吃鸡脚？可否给我？沈怀旭听他这样问，反而不想给了。谁说我不吃？我休息一会。于是沈怀旭在隔壁的注视下，他吃进一块。沈怀旭吃完东西以后，便束手站在一旁，等待小吃店结束营业。这时花卷走了出来。你好，我就是小吃店的店主，请问有什么事吗？店家，我想买你一本菜单，可以吗？抱歉，菜单不能带走，你看看后面有写。实不相瞒，我是一位画师，今日看到这菜单，感叹其用色之准确，色彩之丰富。姑娘可否告知作画之人，某必当重谢。抱歉，我不能说。我叫沈怀旭，你没有听说过我？抱歉，不认识。那不如我留下一幅画作，若那高人看见了，也许会点拨几句。这人什么毛病？
不一会，一幅水墨丹青画便做好了。店家，这幅画便送与你了，就当感谢你今日的黯然销魂饭。我明天就拿去裱起来，挂在小吃店里最明显的位置。送走了沈怀旭，花卷美滋滋的欣赏画，陆明礼走了进来。沈怀旭的作品，你认识他？他刚刚给小吃店画的。他是有名的画师，听闻他常年在外周游，没想到竟出现在小吃店。有名？那我不是赚到了？不知道这名气能不能流传到我那个年代。吃完晚饭，花卷送陆明礼出门，看见远处有一人一马往这边疾驰而来，带起滚滚灰尘。难道是墨川？你是花卷吗？你是？我叫张小玲，姜时月他出事了。你说什么？2位小将军带着物资前去救灾，没想到洪水退去后，大批百姓却生了病。县太爷便把生病的人赶去一个村子，任其自生自灭。姜时月看不过去，便指着县太爷鼻子骂。随后他们也被县太爷关进了村子，还谎称他们也生了病。张小平侥幸逃脱，便来找到了花卷。姜大哥和莫大哥根本就没有得病，我们每次送物资都带着面衣，隔着远远的将物资放下，根本没有接触过病人。而且我日日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如果得了病，我还能跑得掉吗？你说的可是句句属实？都是真的。前去救灾的其他人也被他们关了起来，我这一路上这么多天，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染上病了。你先别急，现在那边还缺什么？你告诉我，我来准备，明天还得拜托你再带回去。药、食物什么都缺，我也不知道那车食物和水能撑多久，而且马上要冬天了，他们连一床被子都没有。而且不光是太平村那边几个受灾县物资都紧缺。我这便回京将此事告知陛下，另外还请花卷姑娘多准备一些东西，我明日回来便带人送去。你看看这些银两够不够？不用，浮光锦和莲花碗我卖了不少钱，你不用担心。对了，他们生病有什么症状？先是咳嗽，然后高热不退。那你等等我去急救回。花卷回到现代，直接来到了药店。你好，麻烦你，我需要一些口罩、退烧药、止咳药。请问你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少。另一边姜时月也生了病。你怎么又起来了？你烧还没退，赶紧躺着啊！这些事我来做。你做的已经够多了，以后我这里你少来。我没几天了，你把物资都转移出去，后面就靠你了。算时间，张小林应该快回来了，你再等等，只要他找到花卷，一定有办法救你的。多亏了花卷姑娘临走时给的物资，我们才能撑这么久。对了，你把那小袋子米拿去煮了，给老人和孩子分分。那是花卷给我们的，你现在都这个情况了，不用管我，快去。闻言，莫川只是叹了口气，便走了出去。走到外面，一个约莫4、5岁大的小女孩走上来。莫哥哥，你是去见我爹娘了吗？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灵儿想他们了。灵儿乖，你的爹娘很快就会回来了。他们是不要灵儿了吗？怎么会呢？灵儿是我见过最乖的女孩了，他们才不舍得丢下你呢。这时一个年轻妇人走上来。莫川哥哥还有事，灵儿去帮香姨看着药罐好吗？好。灵儿的爹娘还好吗？他爹早上已经走了，他娘的情况也很严重。那江大哥呢？已经烧了2天了，看精神状态还可以，就是没有药，退不下烧来。当初你们如果不是帮我们说话，也不会。别说这些了，这些米拿去煮了，给老人和孩子分分吧。莫大哥，莫川猛地回头，是张小林回来了。随后，张小林将东西送到莫川手里时，莫川看着现代药物傻眼了。这布洛芬如何打开？还有这些什么胶囊、颗粒，我如何分辨？瞧我这脑子，花卷姑娘还给了我一张纸，说是什么说明书，让你先看了以后再吃。姜时月，见信好，听张小林说你们遇到了瘟疫，我找了一些药，希望能对症。除了药，我还准备了一些压缩饼干和方便面，以解你的燃眉之急。更多的物资将随陆明礼直接送达。随后，花卷又说了药的使用方法和防护知识。莫川看完信后，瞬间感觉充满了希望。把口罩戴好，随我一起去派药。姜时月吃完药后，莫川就准备分给村民，谁知村民见到陌生的药丸，以为是要毒害他们，纷纷避而远之。这时姜时月走了出来。我已经吃了药，如果各位不相信，明日再来领药，届时你们可以看看我的状态再决定。你何必管那么多呢？要给他们了，他们不吃也是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无条件相信花卷，他们却不能无条件相信我，这也是人之常情，我怎么能因为这个而放弃？如果是我，才懒得管他们呢，爱吃不吃。你也就是嘴巴上说不管，实际上做的事可不少。第二天，村民看见姜时月好了许多，才纷纷开始服药。经过几天的治疗，村民好了一大半。这时，陆明礼带着物资赶到，随即他就叫人兵分2路，一路带着部分物资赶往太平村，自己则带一队人就地罢免了县官。罢免县官后，陆明礼就留在县衙处理事务。这时，小兵来报说，村里的人已经好了一大半。竟然这么快，花卷送的药这么有效果吗？走，跟我去看看。陆将军，久仰了，很抱歉让您跑这一趟，但是事出无奈，还请您见谅。
江兄把这隔离重症病患的村子治理得井井有条，若江司马知道，定然会为你骄傲。我听说村里病患有3%都已痊愈，可是属实？现已不止3%，今晨又有10余名患者从司堂搬出，里面仅剩20多名病患，他们的症状也在稳步缓解中。这还得多亏了花卷姑娘，不然整个村子，包括我都早已……这是一个太医拿着药跑了过来。陆将军，这些药甚是神奇啊，见效快，特别是这退烧的，吃下只需半个时辰便能看见效果。而且无需熬制，即拿即吃，为我们医者节省了大把时间。陆将军可否引荐这位神医给我？我愿意拜他为师，终生侍奉。没有什么名医，只是侥幸得到了这些药罢了。对了，陆将军还有一事，前些日我清点药品时，发现少了2瓶部落风混血液，在村里便寻不得，我担心被人带出村子了，还希望陆将军在外面能注意一下。花卷将现代药物带到古代，2、3天的时间就治好了大部分村民。就在大家满心欢喜时，一个男人偷偷拿走了2盒药，并带到隔壁县去蛊惑村民，谎称这是神仙赐下的仙药。结果2盒药用完后，男人就用朱砂来冒充神药害人。陆明礼知道后，立即将他抓捕。陈大夫，你来看看这药有没有什么问题？是朱砂，怎么会是朱砂？朱砂可是有毒的。哼，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之前给的的确是真的神药啊，他们都可以作证的。我也是治好了不少人的，怎么说也有功劳啊。你的神药从哪里得来？我是从太平村偷的。那这朱砂怎么回事？后来神药用完了，我只好用朱砂掺了些别的代替，我没想到会死人的，真的。把这人带回去严加看管，等候治罪。回到村子后，陈大夫就找到陆明礼。陆将军，我有一事相求。什么事？隔壁洛州县、西安县得病人数急剧增加，今天我们又收了数十位县外来的病人，我们人手不够，药物也告急，怕是不出3日便无法控制局面了。朝廷派出的药材还有多少？仅剩1/10。可还能撑到下一批药到。将军，恕我直言，这药哪怕是够的，可药效太慢，拖得太久也没用啊。我们既然有了太平村的成功例子在前，何不将他们所用之药拿出来用？这话说得简单，我记得走前那晚，花卷曾说过这些药弄来不容易，若不是怕他为难，我早就提出大量买药了。将军若有办法，请您看看那些老百姓们吧，天越来越冷，他们又有病在身，怕是熬不过去啊。我去想办法弄药，你们无论如何撑到我回来。还有太平村也好的差不多了，让江石跃出来负责瘟疫的防治，你们都听他安排。把事情交代完，他立刻上马赶回小吃店。另一边，花卷也是十分头痛，他将整个市里的药店都跑遍了，一共买到1000瓶退烧药。花卷正在想怎么办时，陆明礼就走了进来。花卷姑娘，有件事恐怕要麻烦你。如今受灾人口已达18万，这些物资不够，我还需要更多的药和食物，多少银两都不成问题，只要你开价。18万灾民啊，这可不是小数目。在我们那，很多药品都是管控的，我一次性弄来这么多可能有困难，而且我的店太小，这么多物资根本装不下，我要仔细想想怎么操作。你之前不是提过有一陆姓人家，许是我的后代？是呀，但是我还不确定。你拿着这块去找他，若是我陆家后代，他定当会全力助你。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这个卖给他？不是，此乃我家传玉佩，原本我母亲比父亲各拿1块，待我家惯了以后，才把2块合2为1交于我。你且把这玉佩给他看，若他是我陆家后人，自然会明白。花卷就将陆明礼的玉佩发给陆昭后，第2天一早，陆昭和陆老爷子就直接来到了小吃店。姑娘，可否让我看一眼你的玉佩？我终于等到你了。我们陆家有祖训，若有人持龙凤佩的另一半上门，不许多问，只需尽全族之力相助他。我们陆家祖祖辈辈都在找这块玉佩，终于在我这一代找到了，我无愧于列祖列宗啊！随后，陆老爷子看到墙上的画后，又怔住了。这是沈怀旭的画，真迹是真迹，这姑娘不简单啊，出手的古董一个比一个珍贵。花小姐此时拿出玉佩，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我需要8万份退烧药，而且我想把旁边的空地买下，建一个仓库，越快越好。你们可以办到吗？既然有祖训在前，你放心，我们会想办法解决。花卷小姐，这幅画你要不要出手？我愿意出高价收。这幅画是我一个朋友寄放在这的，我要问问。陆昭速度很快，当天下午就打来电话。没有办法买地，但是我帮你租了10年，仓库今天就开始建，预计15天完工。我联系了药厂，最迟后天能把药送来。随后，花卷又来到一个棉被厂，看着外面破破烂烂的，花卷顿时疑惑了：难道已经倒闭了？这时，一个壮汉走了出来。你干嘛的？我想买棉被，你们还卖吗？厂长，有人要买被子。哎呀，
妹子你可来着了，我们的被子老好了。这反差也太大了。姑娘，你要买被子？我们这是个棉被厂，只卖棉被，没有其他被子。大叔，我就是要买棉被，你这里还有卖的吗？有，这几年啊，市面上什么大豆被、羽绒被多得要命，棉被不好卖了，我们厂子也快开不下去了，机器都停了半年喽。幸好你来得早，还剩几床。大壮，你带着小姑娘去挑几床好的。厂长，我要的比较多，能不能坐下来谈谈？姑娘，要不你等等，我这边有客人，一会我把客人送走了再来跟你谈。妹子你放心，我对棉被熟得很，我帮你挑准没错。妹子，你要几床被子？我们这里2斤到10斤都有，要是冬天用就拿8斤的就够了，都是新棉花，舒服得很，我都抱来给你瞧瞧。我要的量挺大的，你们厂有多少存货？我们厂昨天刚捐了一批，现在还有1000床，妹子你都要？1000太少了，我最少要10万床。什么？妹子不要拿我开玩笑啊！你说的是10万，8、90的是100、千万的万。是啊，10万床，多少斤的都要，你们还能继续生产吗？大壮却没理他，他拔腿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喊：舅舅，不用卖肠子，不用卖肠子了。没多久，大壮便和厂长一起小跑着进来。厂长直接问：姑娘，你要买10万床棉被？是啊，这只是第一批的数目，以后可能还会买。可惜了，我们就算把所有机子都打开，一天最多产1000床。没关系，来得及。那有没有库存呢？库存倒是有，但是几年前生产的1万床救灾棉被，不是新棉花了，不能卖给你。没关系，救灾棉被正好。花卷明明只是开一个现代小吃店，没想到却成了连接现代和古代的中转站。只因花卷需要把古代的东西拿到现代来售卖，再用现代的物资去救济古代的人。街上集花卷购买来物资后，全部交给了陆明礼。随后，陆明礼也拿了几件古董给花卷。这些有平日里贵妃派人送来的，也有皇上赏赐，底下都有官印，你可拿去卖。若是不够，我再找些。我就拿这2个就够了，其他的你收回去吧。为何？这2个卖了差不多100多万，我买棉被花了100万，剩下的算是我赚的，多的我受之有愧。对我们而言，这只是几个物件，虽然是御赐的，可是那些棉被才是真正的价值连城的珍宝。照你这样说，我岂不是更加受之有愧？那我就全部收下了。随后，陆明礼将灾区一些事情讲给花卷听，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没有办法，瘟疫当前，所有人皆是提心吊胆，如履薄冰。瘟疫迟迟不散，老百姓只能寄希望于神明。再有几天药就到了，相信很快他们就会痊愈了。第2天，花卷找到陆昭，把陆明礼给的几样古董交给他。花卷小姐，你到底从哪搞来这么多好东西？这个就得保密了，你看看值多少钱？如果你不急，我帮你送去拍卖行拍，能拍个好价格。我急。急的话，我就按估价收下。6样东西，陆昭一共给了480万。花卷表面淡定，内心高兴得不得了。距离上次有钱进账已经好久了，这种久违的快乐又回来了。拿着这些钱，花卷马不停蹄又去联系帐篷厂，买了1万张大的防风加棉帐篷，让厂家送到隔壁仓库。今天退烧药也送来了一半，还有各类罐头、大米、蜡烛，等到晚上棉被送来再一起运到小吃店。晚上陆明礼就带着士兵来搬东西。你闻到了吗？是什么味道？不知道啊，但是好香啊！这会儿我肚子都饿了。一会搬完东西，要是能吃点就好了。别想了，我们一会就要启程去江南了，事情紧急，哪有功夫吃？一会儿的功夫，东西就搬完了。各位大哥辛苦了，吃点东西吧。几个士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齐齐看向陆明礼。花卷姑娘一片心意，你们就接着吧。太好了。最后，陆明礼将物资运往灾区后，经过大家众志成城的努力，几天的功夫情况就好了很多。可小吃店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很多没有等来救助的灾民背井离乡，朝着京城方向涌入。小吃店就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花卷这时还没有察觉，他正在和沈怀旭商量卖画的事。花卷姑娘，并非沈某吝啬，这画我另有用处。你把这画挂在我店里能有什么用处？为了引那做菜单者出现，世间有才之人都会惺惺相惜。若那高人看了我的画，必定会与我聊上几句。沈先生，不，沈公子，你不用等了，没有这个高人。为何？那是谁画的菜单？这菜单不是画出来的，是印出来的。咦，那如何能印出这么多种色彩？这样吧，我明天给你带一套颜料，你把这画卖给我，可以吗？颜料？和这菜单上颜色一样的颜料？不能说是一样吧，但是有48种颜色，你还可以自己挑。若真有如此颜料，这幅画你拿去随意处置。正谈着，花卷听见门外有不同寻常的喧哗声。
走出去一看，竟然是一堆难民。哪来的这么多难民？难道是南边遭了洪灾逃难来的？从江南走到至少说也要半个月了，他们和陆明里的物资错过了，他们就这么睡吗？这也太冷了吧！这么多天都过来了，他们应是有办法御寒的。那他们吃什么？天寒地冻，连野菜都没有了。你可千万别管这事，这么多难民呢，你这个小吃店都装不下，明日官府就会正凉了。店家你还是把门锁紧，注意安全吧。回到店里，花卷正担心小吃店会不会被破门。姐姐不用担心，小吃店不营业的时候，门从外面是打不开的。真的？你怎么知道的？有一次白天，有人吵着闹着要进去吃饭，结果砸了好久门都进不去，那门一点刮痕都没有。原来小吃店也是有防御的，自己从来没有仔细查看过。天亮以后，花卷照往常一样准备送往灾区的物资，顺便多准备了一些。然后他给陆老爷子打了个电话：“陆老，上次你看中的那幅画，我问了，画主人愿意卖，您看看什么时候过来拿？”好，我下午就赶过来，一定帮我把画收好啊。随后，花卷在县城学校旁买了一盒48色颜料。刚到下午，陆老爷子就来了。姑娘，你有没有心理价位？陆老，我相信您，您说个价吧。来的时候我就已经估过价，我家中每幅半幅的真迹当初就有人开出70万的高价。这幅画保存完好，文化价值非常高。这样吧，我出价920万，你考虑一下，这是我能出的最高的价格了。920万，我记得沈怀旭就在刚收好的餐桌上随手一画，前后不到1个小时，竟然卖出了920万的高价，真想叫他一声财神爷。随后花卷又拿出了一些陆明里送的瓶瓶罐罐，麻烦陆老帮忙看看这些都值多少钱。这些太多了，我没办法一下给你价格。没事，陆老，您拿回去慢慢估价。花卷用价值9块9的颜料从古代才子手上换的一幅画，转手一卖赚了920万。然而就是这样离谱的交易，双方都觉得自己赚了。记住，此乃机密，用这个画的话，只能自己或者朋友欣赏，千万不要拿到市面上卖。如果你想卖，可以卖给我，这是我们的秘密，不能有第三人知道，否则这盒颜料用完我就不给你新的了。你放心，我绝不会泄密，这样好的东西怎可让人家知道？都来找你要了，我就没了。这时花卷看向店外的难民，感觉今天难民更多了。可不是，白天他们要进城，可城里哪容得下这么多人，就放了一小波人进去，其他的都关在城外了。官府没有放粮吗？没有，倒是听说快了。喂，我说你可千万别多管闲事，你这店就你们2个小姑娘，出了事怎么办？能出什么事啊？小吃店可是有防御系统的。哎，你可千万别掉以轻心，难民暴乱你没听说过吗？时常发生。要是妥善安置他们了，怎么会有暴乱？哪有这么简单？现在到处缺粮，好多县乐漂遍野，这能派粮就不错了。花卷刚探出头看看外面的情况，就见几个难民朝着小吃店冲过来。你们看啊，这店家有多过分！我刚刚可是亲眼看见他店里有不少粮食。对，这小娘们有这么多大米，随便给我们1袋就够我们吃好久了。我们把门踹开，拿他几袋大米回去。然后几人开始砸门，有的拿脚踹，有的不知道哪里拿来了棍子，对着窗户砸。奇怪的是，不管他们怎么打砸小吃店，没有一点破烂的痕迹。这门也忒他妈难砸了，我们再叫些人来。干脆放火烧。不行，放火没用。他竟然知道放火没用，他到底是谁？花卷立马跑上2楼，趴在窗户上往下看。带头那人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可是鞋子却是干净的。长途跋涉这么久，鞋子还能保持这么干净，这人肯定就是上次放火的人。这时，一队官兵跑了过来，那2个假难民见状马上溜之大吉，其他的则被控制住。花老板，请放心，所有闹事的难民皆被制服。知州大人得知城外有难民聚集，担心小吃店有事，特派我们来保护小吃店。谢谢你们。花卷往前走，要看看地上难民的伤势。花老板请小心，他们很可能抱起行凶，我等还要将他们带回去。他们都是被利用的，就算他们想抢东西，这些惩罚也足够了。为何说他们是被利用的？他们分明是贪图食物才做这些事。我刚刚看见2个人不是难民装作难民，混在里面让他们砸我的店。还有这事，而且他们前段时间还放火烧我的店，差点害死我妹妹，幸好陆将军在，这才及时灭了火，不然我的店就没了。哼，花老板，我们这就派人回去告知知州，定会查明凶手。那2个人肯定还会来，不信你们明天仔细看，绝对能揪出来。第2天，花卷正准备给难民发放一些吃的时，昨天带头的2人又在煽动难民，官兵立即将2人控制。快说，你们是谁？为何在这闹事？回军爷，我们是逃难过来的难民啊，只是太饿了才出此下策的。昨晚也是你们带头砸我店的吧？没有的事，我们昨晚压根就没来。就是他们，昨晚就是他们拉着我们来砸店的，我不来，他们硬拉着我来。
你放屁，老子根本没见过你。军爷，我愿意作证，就是他们2个，我们那么多双眼睛都看见了。华成辉，我也认得你。你们是谁派来的？上次放火的是不是也是你们？没有人叫我们来，我们就是没钱吃小吃店的东西，这才出了这个主意。对，没有人派我们来，我们自己来的。哼，你们不招没关系，回去有的是法子让你们开口。然后官兵就把2人带走。最后在知州府衙和花卷的努力下，难民们的生机也得到了保障。当得知家乡的灾难过去了，难民们也纷纷返回家乡去了。另一边，陆明里见灾区情况基本稳定，就立马返回了小吃店。陆将军，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还以为还要好一段时间呢。灾区重建之事已步入正轨，我正要回京复命，听说你这儿也来了一些难民。花卷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简单讲述了一遍。你与寻常女子很是不同，只是运气好得金手指罢了。你饿坏了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不知怎么，在青云县时，日日想着那碗的泡面，不知花卷姑娘可还有多的？当然，别的不敢说，泡面肯定是量大管饱。花卷姑娘，谢谢你的款待。此次回京，我可能会很忙，不过我会早些回来。对了，过几日便是大年夜，城里会有集市，听闻有许多有趣玩意儿，不知你届时可有时间一起去逛逛？好呀，这么久了，我都还没到城里看看呢。要不那天晚上你先来小吃店吃饭吧，我准备好吃的，吃完饭再去逛街。依照惯例是要陪祖母吃年夜饭的，但是老人都睡得早，申时末就该吃完晚饭了，到时再来小吃店完全来得及的。那就这么定了。第2日，江时月和墨川回京复命，也来到了小吃店。花卷，我回来了，我活着回来了，还是小吃店好，可叫我想死了。江时月跟在后面，颇为无奈。多谢花卷姑娘相救。不用那么客气，大家都是朋友。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处在这里说客套话了，我快乐死了。可有什么吃的？随后花卷就端了一些吃的，几人在桌上边谈边吃。江时月叹了一口气，我家中世代习武，唯独我从小只想治世，可经过此次，我倒是想通了，学问不是我的出路，就算考上了状元，也只能被困于官场之中，成日勾心斗角，盘散经营，做不了一件实事，还不如做武将，做一些利国利民的事。江兄本就是武将世家，子承父业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没事，你明天就进京了，这次你就栽有功，我想皇上会答应你的。花卷明明是对灾区贡献最大的人，江时月和陆明里进京觐见皇上时，却对花卷的事闭口不谈。然而皇帝早就从别人嘴里听说了。为何你们2人都绝口不提那华姓女子？可是在隐瞒什么？臣并非有意隐瞒，只是花卷姑娘特意提过，她只是做生意，不想邀功，臣等才没有向皇上提起。竟有如此品性高洁的女子，但花氏功不可没。陆卿家，你与她相熟，你来说说，她喜欢什么？花卷姑娘不十分喜爱黄白之物，若要说喜欢什么，她倒是喜欢花瓶、茶杯这类宫里御用工匠所制之物。那简单，你去把这那套御用茶杯，还有昨日刚得的那柄玉如意都包好，再挑2个花瓶，让陆将军一并送给花氏。这么精彩的视频，看得我都想运动了。最近刚好在闲鱼买了一双跑鞋，超划算的。现在闲鱼推出了全新正品运动潮鞋品牌闲鱼小黄盒，全新正品超低价。现在上闲鱼搜索小黄盒，还有机会抽免单，让你买到心仪好鞋。上闲鱼有钱花，大家快去看看吧。哦，对了，后宫刚得的祥云纱，挑1匹做件宫装也送过去。日后花氏什么时候想进宫，只需穿那身宫装便可。另一边，花卷和大妞在现代商场疯狂购物。您好，请问是想看表吗？你可以帮我推荐一下吗？好的，请问是送给男士还是女士？大概多大年纪呢？男士，大概20来岁的样子。柜员从柜台里拿了几块不同风格的手表，让花卷挑。有不用电池的怀表吗？店员又拿出几块机械怀表，花卷拿起了里面最特殊的一块。小姐眼光真好，这是仿古款，表套是黄铜鎏金做的，表套的外面还有12个凸点对应12时辰，设计非常巧妙，而且机芯干净，走时精准，里面夹板都是纯手工雕刻，特别值得收藏。帮我拿3块。不好意思，这块怀表是限量款，全国都只有1块，而且价格不低。花卷有点失望，只能买1块，那就送给陆明里吧。莫名的觉得这块表和他特别配，可惜了，那就包这块吧。可这块怀表的价格不便宜，所以呢，这1块就要120万元。帮我包好看点啊。好的好的，现在就为您包起来。付了钱，花卷转到隔壁买了一支钢笔和一瓶墨水送给江时月，又转头去了厨具店买了一套刀具送给墨川。考虑到年夜饭的菜式，花卷选了一只最活泼的帝王蟹。晚上陆明里一进小吃店，就听到一声尖叫。花卷姑娘，你为何尖叫？又为何拿着刀？陆将军，你来的正好，你能帮我杀螃蟹吗？当然可以，这有何难？太好了，这把刀就交给你了。
杀螃蟹怎么需要这么大的菜刀？直到他走进厨房，猝不及防的和台面上的帝王蟹打了个照面，他一惊，不自觉的往后退了一步。这就是你说的螃蟹，怎么如此之大？对呀，它叫帝王蟹，长得是比其他螃蟹大了一些。陆将军，上吧。好司机，陆将军，好棒！应是断气了。花卷邀请陆明礼几人吃饭，陆明礼以为花卷单独请自己，心里乐开了花，屁颠屁颠的跑到小吃店，直到江时月和墨川到来。你们怎么来了？我请大家来一起吃年夜饭呀。陆将军，久违了。还以为自己是特殊的，没想到是想多了。你们来的正好，年夜饭刚刚好。很快菜端上了桌，墨川顿时惊讶了，这中间这是什么肉？嫩嫩的，有鱼味，但是却没刺。是螃蟹肉。螃蟹有这么大？对啊，哎，你们说这帝王蟹在你们这里好不好卖？一些达官贵人喜好吃些新奇玩意，应是好卖的。可以卖多少钱？你缺钱？这肯定多多益善嘛。你可多找些新奇食物，年后让赵知州牵头，在城里举办一个拍卖会，以花卷小吃店的名义，届时定有不少人来拍。对，花卷你要是不方便出面，可以交给我，我一定把事情给你办得妥妥的。行呀，新奇的食物要多少有多少，这简单。对了，皇上赐予你一些东西。然后陆明礼叫来随从，把东西搬进了店里。这些都是皇上赏赐给我的。对，都是给你的。还有这套宫装，是宫里最好的裁缝亲自缝制，你可穿上试试。这香云纱不但好看，还有一股香味呢。正是如此，香云纱才得此名。花卷立马捧着香云纱回到自己卧室换上。这时沈怀旭走了进来。没看出来，店家如今完全不输给宫里娘娘。罢了，今天左右也是闲着，我为你作画一幅，先别急着谢我，我只是为了还你那颜料的人情。好，你怎么说都行。一会儿的功夫，沈怀旭就画好了。谢谢你，这幅画真的太好看了。这才拿到呢，等我回去再润色一下，下次拿来给你。好的，期待你的成品。沈怀旭走后，花卷拿出了给他们准备的礼物。墨川，快看看你喜欢不喜欢？这匕首好生锋利，怎么没有刀套？这不是匕首啊，这是厨师刀，切菜用的。用这种刀做菜，如此大材小用。江时月，这个是给你的。花卷姑娘有心了，没想到给江某也准备了礼物。不过这是何物？暗器。这是钢笔，是我们那的一种写字的笔。打开后，然后拧开后面，直接吸墨就可以了，可方便了。只是你要适应一下握笔的姿势了，和毛笔不一样。谢谢花卷姑娘，江某感激不尽。陆将军，你也有礼物。这是何物？这叫怀表，看时间用的。你看上面标了12时辰，短针指到哪便是什么时辰了。哇，这东西这么小，竟然能看时间。谢谢你，我真的很喜欢。陆明礼和江时月也分别为花卷姐妹准备了礼物。花卷收到了陆明礼送的一块玉坠，花生收到了他送的一个木雕小摆件，江时月给花卷和花生都是一个香囊。今天就是想来蹭饭的，没有准备礼物，我一会在集市上给你们挑。时间不早了，我们出发吧。花卷换上香云纱，和陆明礼几人一起逛古代集市。墨川江时月见状，立即拉着花生跑去别处，让两人单独相处。就在两人准备好好过二人世界时，前面帮助过的难民却找到了花卷。丽娘，你怎么回来了？花老板，你帮帮我们，我们村的地被水淹过，今年开春来不及种粮食，县里遭了灾，也没有多余的土地给我们。花老板，你奇思妙想多，人又善良，求求你帮帮我们。可是我手里没有土地，小吃店也用不了这么多人。我们可以去找赵继周，让他先把难民安置下来，然后再登记入册，发放土地。随后几人就来找到赵继周。赵继周听闻此事，本想推脱。赵知州若是能解决此事，那必是州官模范，我一定在皇上面前替赵知州美言几句。明日起，我就派人把这些流民登记入册，发放户贴，并且给他们安排田地。只是开春播种之后，到收获还有一段时间，这期间他们如何生活？这一大波人可是一笔不小从支出啊！土地的问题解决了，这几个月的粮食我来想办法解决。那真是太好了，那就麻烦花老板了。对了，那晚假扮难民的二人已经招供，是万福龙所指使，证据确凿，他也已认罪，被杖责30大板，罚钱50两，这钱还请收下。50两银子足以撑1个月了。第二天，花卷就让女人们做女工，年轻力壮的去山上挖草药。女工做好的第一批手绢，花卷就带回到现代，让陆昭给做宣传。最后，奢侈品的价格卖出了第一批手绢。随后，花卷将这笔钱全部买了粮食，想着手绢不能在现代太过泛滥，于是开始着手古代的服饰，并找来苏婉去宣传。随即，苏婉就来到了他们时常聚会的酒楼。这时，林采玉无聊地坐桌子旁，她的哥哥林默书注意到了苏婉。咦，苏婉，你今天穿的好特别啊，不知这是哪家出的新款？是花卷绣坊的，还有好多不同款式呢。
花卷绣坊从没听过啊，你知道吗？我好像知道是哪里了，城外有个花卷小吃店，店主花卷老板收留了许多难民，好像开了一家绣坊，就叫花卷绣坊。小吃店的店家还会做衣服，那咱明日去看看。第二天一早，林家兄妹就来到了店里。请问这可否做冬衣？你们是要做冬衣？我想要苏婉身上那套。请稍等，我们管事的马上就来。你们先坐会，吃点小点心。随即他端来了果冻和饼干，林家兄妹俩坐在椅子上，看着桌子上的小吃食。桌子上也没有橘子，为何有这么浓的味道？林默书看着桌上的果冻，立即拿起来就塞入嘴中。没想到难民竟吃的比城里人还好。你怎么能吃难民的东西？林默书趁他妹妹张嘴之际，迅速塞到他嘴巴里。这是何物？竟如此好吃？对吧？我不会骗你的。正在两人疑惑这是什么东西时，丽娘走了进来。实在不好意思，叫你们久等了。你就是店家花卷？奴家是绣坊管事的，名为丽娘。若你们要找花老板，恐怕要等几天了。无碍，你能做主便可。我们是想问问，苏婉穿的那套衣服，可是在你们这定制的？对，正是出自我们绣坊。那就好，也麻烦丽娘为我做一套吧。可有男子衣服，要一样材质的，给我也来一套。很抱歉，我们店暂时还没有男装。太可惜了。对了，请问你刚刚给我们吃的是何物？那个呀，那是花老板给我们这边孩子们吃的小零嘴。林公子若是喜欢，再带一些回去吧。最后林采玉选了2套衣服，两人就心满意足的出来了。后面又来一些人，花卷绣坊这一天就接到了30几份订单。丽娘细细记下，晚上就把单子交给花卷。太好了，这边生意总算有了起色。我把需要多少布料都记好，明天一早就下单。对了，花老板，绣坊里绣娘不多，我想挑一些手巧的年纪小的女孩子，教她们刺绣。绣坊里小女孩不多，我听闻离这不远的江都城有许多难民在卖身，我想去那边看看。若是有合适的小女孩，就救几个回来。毕竟不是所有的逃难出来的人都能遇到花老板你这样的好人。这件事交给你做主，也不必局限于女孩子，你看着办吧。刚说完，莫川跑了进来。拍卖会已筹备的差不多了，就定在明日晚上，在明月楼。好，我准备一下，明天一开店你就来把货拉走。陆将军说了，物以稀为贵，一样东西不用准备的太多，方能拍个好价格。第二天，花卷开车进城，直接到超市挑了一只最大最活跃的帝王蟹，又在隔壁池子里挑了2只波龙，然后去水果区拿了1箱果冻橙和3个金枕榴莲，再到烘焙区拿了2个草莓蛋糕。晚上一开店，莫川按照约定早就等在门口。花卷把包装好的东西给他，他装在马车上，立刻拉到城里明月楼。花卷将现代帝王蟹带到古代拍卖，古代的富商们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螃蟹，也是纷纷举牌参加竞拍。最后，帝王蟹的价格竟被拍到8000两银子，这瞬间刷新了花卷的认知。这是你定的价？帝王蟹珍贵无比，有钱都买不到的，8000两他们花的不亏。帝王蟹在我们那边卖1000块钱，到这转手就成了8000两银子。1000块钱，那大约是多少两银子？大概值1000个馒头吧。那还真是翻了许多倍啊！如果可以，我真想天天卖他们帝王蟹，把他们手里的钱扣出来给那些灾民们。天天卖便不值钱了，至多1月卖一次。这时明月楼的老板走了进来。陆将军，这是今天拍卖所得，已扣除明月楼的佣金，还有11000两。知道了，明月楼经常办一些拍卖会，办事老道妥帖，你放心吧。你和这家店怎么这么熟悉？他们对你好像很恭敬呀。明月楼是我母亲的陪嫁。原来如此，看来陆家祖祖辈辈都喜欢开酒楼啊。你想到何时？这么好笑？你还记得那个陆州的人吗？他也开了一家酒楼，叫陶乐居。你们陆家是不是有开酒楼的传统呀？看来真是如此。陶乐居，这倒是个好名字，比明月楼好听多了。第二天，花卷一开店，丽娘就领着10多个孩子在店门口等着了。看见花卷出来，她让这10多个孩子齐刷刷跪下给花卷磕头。别，不用给我磕头。看见这些孩子一个个面黄肌瘦，花卷一阵心酸。你们都吃过饭了吗？回花老板，都已经吃过饭了，他们的衣服也正在赶制中，很快便能换上新衣服了。丽娘，你现在是绣坊的管事，你也给自己置办一套衣服吧，钱从绣坊的账上出。好的，谢谢花老板。只要你们跟着丽娘好好学习，以后都可以自力更生。女孩子你带走，男孩子就跟脉动去学草药知识吧。随着冬衣陆续交货，花卷绣坊在城里打开了市场。城里的其他成衣店看见花卷绣坊的生意如此红火，也纷纷开始仿照他们的样式制作冬衣。他们怎么可以未经你的许可就做这些衣服呀？这就是抄袭！这又不是咱绣坊的独门秘籍，他们如果有本事就做就好了，哪能管得了他们呀？
然而，尽管外观相似，顾客们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差异，纷纷抱怨那些仿制品穿起来并不舒适，保暖效果也不佳。于是，这些店铺老板打起了别的主意，开始挖人。我听闻你在花卷绣坊虽为管事，也才拿30文一天，算下来1个月也只有900文钱。我们锦绣坊愿意出每月5两银子，请您去我们那做管事。抱歉，朱老板，花老板对丽娘有恩，丽娘是不会离开花卷绣坊的。知你是陶南被花老板收留，可是你也不能为了报恩连钱都不要啊！不是我说，这花老板压根儿没有做生意的头脑，明明这么好的冬衣，竟然不加紧制衣，把生意都拒之门外。我们绣坊里的每一件衣服皆是用心制作，自然耗时，若接下许多单子却不能按时交付，岂不失信于人？用不着那么精细，主要是保暖的效果，谁会在意绣花好不好？要是在我们锦绣坊，定能翻倍了赚。哼，抱歉了，朱老板，我这边还有事，恕不奉陪。朱老板挖丽娘不成，便打起了其他绣娘的主意，晚上就鬼鬼祟祟在绣坊门口转悠。这时看见绣坊的刘大娘路过，他一下窜到刘大娘后面，这位大娘请留步。刘大娘猛然被吓了一大跳，下意识地举起手中的木棍打去。好啊，你个狗东西，居然敢跟踪我，看我不打死你！大娘饶命啊，我只是想跟您谈一笔生意。谈生意？你有什么生意可跟我谈的？要谈生意，找我们老板去。不，我是想跟您合作的。您看你的手艺这么好，要是能加入我们锦绣坊，肯定能赚大钱。你要挖我去你们锦绣坊？正是啊，你看你们花卷老板就是一小孩，哪里懂制衣，更别说做生意了。你跟着他哪有钱赚？我们锦绣坊就不同了，一天卖7、8套冬衣都不在话下。不如跟我走，我给你月银2两。那我现在跟你走？现在不行，你还需把这冬衣布料拿个几匹，再拿2本图样册子。我呸！我就知道你不怀好意，感情你是要偷我们绣坊的东西。说着，他举起木棍作势，又要打。朱老板见状，吓得连滚带爬的跑走了。随后两人就找到花卷，说了事情的原委。花卷立即召集所有人。防人之心不可无，平时这边都是我们自己人，无需防范。可现在绣坊名声打出去了，也慢慢会出现一些觊觎之人、嫉妒之人。今天朱老板的阴谋被识破，可以后万一还有杨老板、侯老板呢？我愿意晚上在周围巡逻，正好天冷，采不到什么草药了，我也不好一直吃白食。然后陆陆续续有人报名，感谢大家为绣坊做出的贡献。孙秀才，麻烦你把人名记一下，再分成3组，轮流巡逻。还有前几天知州托人给我带话，很快你们的地就要分下来了，我们是时候把房子盖起来了。大家听完这话，激动的互相对视。盖房子我不了解，还需要大家一起帮忙，不知道有没有人懂怎么盖房子，需要什么材料，要不要请盖房子的工人？花老板您放心，以前我们的房子都是自己盖的，大家你帮帮我，我帮帮你，互相搭把手，这房子就盖起来了。盖房子主要就是用木头、泥土，木头后边山上多的是，土也是随处可挖。至于家具，我记得有一个郑老头，是我们村里的老木匠，他们一家人也跟着一起逃难来了，就在7号帐篷里住呢。那就请大家齐心协力把房子盖起来，一定要注意安全。花老板您放心，我们一定把房子盖好，您的恩情我们会牢记在心的。正在这时，花生急匆匆跑来，姐姐不好了，有人拿着大螃蟹来找您。该不是要退货吧？钱都花出去了，没得退了啊。这位老板，您拍下的东西如果没有质量问题，只是因为您自己不满意，我们这是不给退货的哦。花老板这话说的，我没有要退货呀，我此次来找您，实则是有事相求。还请您直说。我乃城里香料铺子品香斋的老板，复姓上官。昨日我拍下只螃蟹，本想趁着新鲜吃了，结果我们府中5个厨子都说这是螃蟹妖，竟无一人敢处理它。我也怕他们会糟蹋了这好东西，这才多方打听，知道螃蟹出自花卷小吃店，所以才带他上门，希望花老板亲自为我烹饪。当然要多少加工费您直说便是，价钱不是问题。原来是这样，我可以为您烹饪，但是有一个要求，必须在我这个小吃店里。那自然，都由花老板决定。明日晚上我想包下小吃店，还请花老板为我们一家人置办一桌菜。你要包下整个店？正是，我愿花100两银子包下小吃店1晚，还望花老板行个方便。100两银子，果然富豪出手就是大方。方便，那必然是方便的。富商用100两银子包下小吃店，花卷立即将他们带到包房中。上官夫人看见小吃店的装修，瞬间瞪大了双眼，没想到这样一家小店，装饰竟如此精致。确实如此，这样的装饰怕是京城都没有。上官老板谬赞了，你们先坐，我去把菜端上来。这便是你那天拍回来的大螃蟹，竟被做成了4道菜。是的，爹，你先尝一尝。单蟹肉甜咸适中，细腻滑嫩，不错。
这螃蟹肉可真大，吃一个腿顶过之前吃一只呢。花老板，我昨日跟你提过，我父亲想吃江南菜。这道松鼠桂鱼就是江南菜，请您品尝。我忘记跟你说了，我父亲从不吃鱼，还请麻烦你端下去吧。你说这是什么菜？这叫松鼠桂鱼。老人试着夹起一块，放入嘴中，仅仅是吃了一口，眼泪猝不及防掉了下来。老者深处的记忆排山倒海般涌上来，他闭着眼睛，过去的一幕幕仿佛像走马灯一般在黑暗中划过。我想起来，我是吃过这道菜的。老人10几岁的时候，因家中贫穷，小小年纪便做了走货郎，经常跑到远处卖些胭脂水粉。有一次，在太湖边上，他挑着货路过一排渔船，一边走一边照常吆喝：“走一走，看一看啦，胭脂水粉啦，北方来的胭脂水粉。”这时，一个年轻女孩从船舱里伸出头来：“喂，那个卖货郎，给我看看你的东西，你都卖些什么呀？”“有胭脂，还有纯脂，还有香粉。”“你有香粉？”“有。”他忙翻起货筐，动作慌乱，差点带翻了筐子。你别急啊，我又没催你。这是桂花味的，可好闻了。真的很香呢，多少钱？5文钱。太贵了，小货郎，你什么时候还来啊？我存够钱了就买。以后我每天都在这。那你帮我留着好吗？放心，我给你留着。此后，小货郎停下了远行的步伐。他每天都会在傍晚回到渔船边，装模作样的吆喝。女孩总是在听到他的声音后，从船舱里出来，然后笑盈盈地跟他打招呼。终于有一天，小货郎站在女孩面前，把香粉塞到她手里。这个卖不出去，送你了。谢谢你。然后他想了想，跑进船舱，不一会拎出一条鱼。这个你拿回去吃。这个太贵了，我不能要。这鱼死了，卖不出去了，但是是今天才死的哦。我不会煮。你晚上睡哪？就西边那个破庙里。那你晚上等我，我给你做。小货郎很开心，他甚至提前收摊，回到破庙打扫了一下。晚上，女孩就拿着鱼来到破庙，她熟练地架起一堆火，烤起了鱼。你看见这鱼上的花刀了吗？我帮我爹往酒楼里送鱼的时候，在后厨见着那些厨子这样切鱼，然后拿油锅一炸，鱼肉就好像开花似的，可好看了。不过我没有那么多油，希望也能烤出花来。这是什么菜？我听他们说，这叫松鼠桂鱼。等我烤好了，你就会看见，这鱼跟松鼠一样。或许是花刀打得不对，也或许是不能用烤的，终究是失败了。鱼肉并没有像花一样炸开。等我下次送鱼，再仔细看看，以后再做给你吃。可以吃了吗？我闻松鼠桂鱼的味道，酸酸的，甜甜的。你等我。说完，女孩就跑回船舱里，拿来了醋和一小包糖，还要加这2样，才有松鼠桂鱼的味。刺鼻的醋味差点让小货郎打喷嚏，他还是咬下去。他尽力控制自己的表情，然后笑着对女孩说：“好吃。”那你快点吃，都吃了。真好吃，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鱼。咦，你原来不是结巴呀？第二天傍晚，小货郎又到女孩的船外吆喝，看见她脸颊的红肿，他有些着急，走到船边问：“你怎么了？”没事，被我爹发现我偷糖了。我去给你买糖。不用，你给我糖，我拿回去，我不是白挨打了。小货郎怔住，他不明白这个逻辑。没事，你去忙吧。小货郎回去后，翻出他这几年存下的2两银子，他做了一个大决定，他要去找女孩的爹，恳请将女孩嫁给他。又从行李里找出一套体面些的衣服换上，然后走到女孩的船外，找到女孩的父亲。一听小货郎的来意，他瞬间怒火中烧。你是谁呀？敢肖想我女儿？你个下贱的货郎，给我滚！连自己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还想娶我女儿？你要怎样才肯把她嫁给我？我不会亏待她的。闭嘴！我女儿不会嫁给你这种穷酸卖货的。你不要瞧不起我，我能赚到很多钱。赚钱有什么用？你还不是个卖东西的。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把她嫁给我。回来，他收拾好东西，在傍晚最后去了一次湖边。这次他没有吆喝，女孩早就等在那。你等我回来。女孩笑盈盈地看着他，然后点了点头。接下来2年，他也算是运气好，倒腾香料赚了不少钱。然后他越走越远，赚得越来越多。不久，小货郎就成了家乡首富。随后，他大摇大摆地找到那艘破渔船，把它砸了。女孩的父亲这时才认出小货郎，他瞬时泪流满面。你来晚了，年前他就去了。去了？去哪了？他死了，难产死了。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小货郎一时间竟没站住，跪了下去。随后他找到了女孩的墓。姨娘，是我来晚了，我明明做了这么多事，还是来晚了一步。此事过后，他继续做着他擅长的生意，生意越做越大，但是他再也没去过江南。
原来这才是松鼠桂鱼的味道，可惜鱼娘再也尝不到了。花老板，您这道松鼠桂鱼和我印象里的味道一点也不像，鱼肉太嫩，酱汁太香，也没有冲鼻的醋酸味，比我吃过的松鼠桂鱼要好吃很多很多。既然这么不像，也令你想起了往事嘛。对，使我想起了往昔之事，谢谢你。最后，上官老爷表达了对这一桌宴席的满意，他按照约定交付了银子。这时，老者从袖子里取出一块小木盒，递给花卷。老人家，我已经收过钱了。这是我给你的谢礼，感谢你让我品尝到如此美味的食物。此乃龙涎香，当初我便是凭借它当上皇上，如今我与你有缘，这一小块便送给你，做个纪念吧。花卷用一道松鼠桂鱼和老人换了一盒龙涎香。就在几人诧异的看着盒子时，墨川却发出了疑问：什么是龙涎香？是天上的龙流的口水吗？我也只是听过没见过。我知道龙涎香。抱歉，今天不营业，门口挂着牌子呢。以前有渔民在出海时捡到，初闻极臭，晒干以后反而很香，而且只需一点便可使整间房子飘香，且可维持数日不散。竟然是这么珍贵的香料。后来就被进贡给皇上了。听说皇上喜欢批阅奏折的时候点上一点，提神醒脑。托你的福，我今天也能近距离看一眼了。怪不得市面上都没有卖的。喂，你是谁呀？都说不营业了。鄙人林墨书，这是我妹妹林彩玉，我们是从南方来。数日前，我们在花卷绣房定做冬衣，绣房里一位大娘给了我们一些吃食，我们吃后只觉惊为天人。又听大娘说这是花老板给绣房孩子们的零嘴，如果可以，我们也想买一些带回去给族中孩子们尝尝。可以啊，你还记得是什么零食吗？我们忘记问名字了，好像有橘子味道，是透明状的。是不是果冻？果冻，这名字好，很是贴切啊，那样子就像是把水果冻在了冰块里。但是抱歉，今天只剩下几个了，你什么时候要多少可以跟我说一声，我好去准备。那自然是有多少多少了。你胃口还挺大，你先告诉我，你族里有多少小孩？花老板别听我哥哥在那瞎说，我们族里大约有50多个孩子，我们是一个大家族，自然人数多了些。行吧，那我给你们准备300个果冻，一个孩子分6个，应该差不多了。不行，我自己一口就能吃掉3个，一晚上吃30个都不带腻的，怎么也要3000个。3000个果冻，只要果冻。那店还有什么？有糖果、饼干、辣条、薯片、泡泡糖。好，虽然我没听懂，但是花卷小吃店出品，怎么会有不好吃的？都给我拿3000个。一样3000个，还是一共3000个？每样都要3000个。行吧，你什么时候要？3天后。你能不能克制一下自己？看见果冻就走不动道。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就喜欢吃点甜食，还要被你管。你看你哪里有做哥哥的样？你还唆使我骗人？我们族里就10几个孩子，哪来的50多个？我一个人就顶20个了，你没听说吗？小吃店的东西都限量的，不多说点哪能买得到那么多？花卷，我也想要和花生一样，要成为小吃店的职员。你如果成为小吃店的员工，就不能去做其他事了。没事，我自幼没了父母，被哥哥嫂嫂带大，如今他们嘴上不说，其实也是嫌弃我还不成家，赖在他们那。那你可得想好。我想好了，自从认识以后，见识了不少新奇的东西。好吧。随后花卷拿出了牛马劳务合同，签了这份契约，你就是小吃店的员工了，然后你就可以和小吃店一起来往于2个世界。墨川立马拿过契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好了，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啊。本来就没什么感觉，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一下闭店吧。没有准备你的房间，墨川只能委屈你睡沙发了。我睡店里就行，还能看店，我把桌子拼一下就可以睡。拼桌子哪能睡呀？你跟我走就行了。你就在沙发上将就睡吧，明天给你换一个大沙发。地方还是太小了，看来要再买套房才行。沙发？什么是沙发？墨川哥哥，你就睡在这儿。真软，真像神仙待的地方。那当然，跟着花卷姐姐准没错。第二天，花卷带墨川来到商场买了新衣服，并给他配了一个手机，让他慢慢熟悉。晚上刚开店，丽娘就找了过来。丽娘，我正好有事找你。花老板，您可算是来了，我们等你好一会儿了。怎么了？这么晚了，怎么大家都在等我？花老板，我们房屋都规划好了，材料也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们想要搞一个篝火晚会，热闹热闹，明日正好开工。好呀，你们缺什么只管跟我提，我去给你们取。我们什么都不缺，白天早就买好了，就缺您给我们点个火。在我们这点篝火的人可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都想好了，从今天起，我们这个村就叫念花村，大家生活在这里，永远都念着花老板的恩情。对，以后我们都是念花村的村民。
花老板，烤羊马上就要做好了，您快来，给您留最好吃的一块。羊肉没有调料怎么吃啊？随即花卷就跑回店里拿了一些调料。这是羊肉，怎么变了个味道？花老板加了什么进去，竟然更香了？这种香味从来没闻到过，和羊肉在一起简直是绝配。羊肉的香味瞬间就吸引了前去小吃店的食客。这不是花老板吗？花老板，我们本来在小吃店门口排队，突然闻到这儿的香味，特来看看这里头吃的是什么，竟如此香。花老板，你是要开新店了？这边在吃烤羊肉呢，不是我开的店，这羊肉不卖的。不卖啊！不过你们可以等等，烧烤摊正在筹备中，敬请期待哦。篝火晚会结束后，墨川还是想着加了科技与狠活的烤羊肉，花卷立马就带他来到夜市，点了一桌子烧烤。花卷带着墨川和大妞来到现代吃烧烤，墨川看着桌上的食物，口水直流。这时，花卷告诉他自己准备在古代开一个烧烤摊。我们还有人手开烧烤摊吗？小吃店都要忙不过来了。我们可以请人帮忙呀，那个阿毛就挺好的，就是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谁不想在小吃店做事呀？你随便问他，他肯定举双手赞成。你以为人人都像你啊？三个人吃完了所有的东西，满意的回家。而正在这时，小吃店外发生了一件怪事。半夜常胜起来上茅厕，突然发现垃圾堆旁边有声音，大概是一只野猫来寻食物吧。他低声喝一声，想要把野猫吓走，可那身影竟然渐渐直立起来。常胜着实被吓一跳，可是他没有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这身影站只有1人高，但是往上看去，常胜竟然没有看到他的头。鬼呀！其他人也被他这一声惊醒，纷纷跑了出来。咋了？有鬼，有鬼啊！他没有头。鬼在哪里？刚刚在翻垃圾堆。哪个鬼会翻垃圾堆啊？你是不是睡迷糊了？我真的看到了，他没有头。走，你带路，我们跟你去看看，是不是这里？对，就是那。你们不知道，可吓人了。他刚刚就在那里，我一叫他就爬起来了，没有头。果真是来翻垃圾的。羊骨头被冻过了，这羊骨头都被我们啃干净了，他又没咬碎骨头，他吃什么啊？有巡逻队在，他肯定跑不远，估计躲在哪里，大家分开找找。找到了，在这里。就是他，刚刚就是他在垃圾桶那。这明明是个人了。地上这个人跳起来拔腿就跑，常胜反应最快，冲上去一脚就把他踢倒在地。我叫你瞎唬我，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妈呀，这个脸是鬼吧？别乱说，还有呼吸，是个人。他是谁啊？没见过这个人，怎么处理？先把他绑起来，丢到柴堆那，等他醒了问问清楚，给他一床被子，别冻死了。第二天，花卷晚上直接找了丽娘。丽娘，我找了一些男士的衣服样式，你看看可不可以做？可以的，还是和以前一样，先做一套样品出来嘛。先做2套吧。正说着话，花卷听见一阵怪声。什么声音？你听见了吗？好像有人在叫。是昨晚巡逻队抓住的一个人，此刻正被绑在帐篷后。抓了一个人，什么样的人？此人为一女子，看不出年纪。昨夜被人发现在垃圾桶处翻拾垃圾。她脸怎么了？她脸上尽是可怖的疤痕，他们都叫她鬼面女。既然是翻垃圾桶，那就不是坏人，为什么要绑着她？只因她长相吓人，又问话不答，只会发出呜呜声。巡逻队没有搞清她的来历，不敢放人。我去看看。花老板，您怎么来这里了？这个人是鬼面女，长相丑陋，您当心吓着。花卷看见那个女人瘫在地上，头发又脏又乱，脸上的疤痕凹凸不平，好像是被火烧伤留下的。你的脸是被火烧的吗？那个女子眼睛睁开，看着花卷，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落。她张开嘴巴想说什么，只能发出嘶哑的呜呜声。您别问她了，我们都问1天了，她啥也不说，声音跟刀子画木板似的，难听极了。花卷见状，赶紧把女人扶起来。花老板，您这是要做什么？他脸上的伤要赶紧处理一下，让他继续在这里躺着可能会活不下去。女人拿手指着自己的脸，又往后指了指，然后捂着脸呜呜哭。他还有别的行李吗？没有呀，没见着他有什么行李。不过昨晚他头上有一块黑布，就是那块布，麻烦你拿过来给他。黑布交到女人手里，她熟练地套在自己头上。你又不是犯人，为什么要这样？女人指指自己的脸，呜呜几声。他一定是被许多人歧视过吧，自卑到了极点，才会拿这样的黑布罩着自己。回到小吃店，墨川和花生看见，都吓一跳。花卷，你出一趟门，怎么捡回一个人了？花卷没理他，你先坐，我给你下碗面条吃，你等我一下。花卷将面端上桌，他急切地拿起过筷子，正要吃，又像想起什么，抬头看着花卷，他感激地做了一个口型，谢谢。不用谢，你慢点吃，当心烫。花卷姐姐，她怎么了？他的脸被烧伤了。花生也是经历过火灾的，此刻他尤为共情。你别害怕，我以前差点被火烧死，是花卷姐姐救了我，她是大好人。
很快一碗面条就被他吃完了。花卷仔细看了看他的脸，你伤口要赶紧处理一下才行。莫川，你去请个大夫来帮他看看。可没想到女人却很抵制，一个劲的摇头。那我帮你清洗一下伤口可以吗？他垂下眼眸想了想，点点头。花卷从家里拿来医药箱，拿镊子夹住一个棉球，再用酒精浸湿，然后轻轻地清理他脸上的脓。好了，已经清理干净了，接下来擦点消炎的药膏就行了。这个不疼，你还是要去看看大夫，我只能临时处理一下。可他还是很排斥，一直摇头。这时丽娘抱着几件衣服进来，我找来一些干净的衣服，想着她可能需要。那等会儿就给她换上。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女人温柔拉过花卷的手，在她掌心里写上自己的名字。阿玛，你叫阿玛。阿玛，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绣房，在那边工作可以领工钱？阿玛，小吃店没有办法住人，你先和丽娘回去，让丽娘给你找个地方休息，明天再过来好不好？阿满看看花卷，又抬头看看丽娘，丽娘对他点点头，便跟丽娘走了。阿满姐姐好可怜，幸好花生有花卷姐姐，不然我也会变成这样吧。没事，都过去了，阿满也会好的。晚上营业结束后，阿毛来找花卷。阿毛，我正想去找你呢。花老板，昨夜的烤羊肉实在太香了，我从未吃过那么香的蘸料。你的羊肉烤得也很好，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做事？我原本跟着大家伙上山采药，现在没什么草药了，去了几趟都没什么收获，如今在搭房子呢。我想开一个烧烤摊，就和昨天的烤羊肉差不多，正巧没有人手。我可以，花老板，我可以帮你照顾烧烤摊，我会好好干的。你别急，我是这样想的，我这边可以提供烧烤的架子、炭火和一部分食材，像羊肉还是要你去买，另外其他肉也需要你来处理。没关系，我可以叫上我婆娘，她可以打下手，我们只要草药房的工钱就行。就按老样子，除了工钱，再按利润提成给你们。花卷准备开一个烧烤摊，可是小吃店的人手不够，于是花卷就叫阿毛来帮忙。晚上开店时，阿毛拖着一只羊早就等在门口了，旁边还跟着一个壮妇人。花老板，这是我婆娘，叫她胖婶就行。花老板好，我来帮阿毛。这是您让我买的羊，刚杀的，特别新鲜，还有找的灵，还给你。麻烦你们先把羊肉处理一下，肥瘦分开，还有这扇猪肉也要一起处理，猪肉切片，羊肉切小块。行，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这时阿满看见花卷，也向他走了过来。他如今换了一身衣服，脸也用上了纱巾。阿满，你看着精神多了。阿满点点头，然后对花卷做了个口型，谢谢你。不用客气。阿满看了看阿毛，走过去拿了把刀，开始跟着切肉。哎，你谁啊？怎么来抢我的活啊？怎么了？阿满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肉。你是说你会切肉？花卷想了想，把他带到厨房。花生，厨房还需要人手吗？需要。莫川哥哥负责传菜，厨房里就我一个人。阿满，你好些了吗？阿满点点头，然后指指自己，又指指灶台。太好了，你来帮我，我可高兴了。你可以把围巾脱掉，这里热。阿满有些犹豫。没关系的，厨房没人进来。阿满放下心来，解开围巾。花卷仔细看，脸上的伤口已经开始慢慢愈合了。看来昨天的药膏是有用的，花生厨房就交给你了，我要出去看一下烧烤摊。姐姐你就放心交给我们吧。不错呢，大小均匀。这个简单，我们以前经常切萝卜丁，切好了以后再晒几个太阳，然后撒点盐，配粥喝可香了。说肉呢？你扯到哪去了？没事，拉拉家常感觉亲切些。随后花卷开始将调料倒进肉里，开始腌肉，然后再拿出竹签，一块一块的穿上。像这样，一块瘦肉一块肥肉穿插着来串，这样烤出来的肉口感更好。花老板，为什么要把羊肉切成小块烤？一整只羊烤不是更方便吗？还不用浪费这么多竹签子。切开更方便控制火候，也更好灵脉。客人想吃几串就先烤几串，可以吃到肉乎的，而且小块肉腌制起来也更容易入味。您可真是讲究人，我见他们烤羊肉熟了就成，沾点盐巴吃着也挺香哩。那是他们没吃过花老板烤的，吃过以后就忘不掉了。那的确，毕竟都是科技与狠活啊。这么多糖啊盐啦的，我没吃过也知道，指定很香，就是嘿嘿，有些浪费了。花卷笑笑不语，然后把木炭放进架子底端，就开始生火。我的乖乖，这木炭也太好了吧，黑得发亮不说，一点渣子都没有，全是齐齐整整大小一样的长条块。火候就靠你自己把握了。没问题，多差的炭我都烧过，别说这么好的了。这时排队的食客也好奇地围了上来。花老板，这是在做什么？这是新开的烧烤摊。烧烤摊和煨烧烤
就是烤肉，目前有羊肉和猪肉2种，羊肉20文一串，猪肉15文一串。多少？围观的人都吓了一跳，就连阿毛也被吓得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花卷。花老板，你可太会做生意了吧？你把肉切成这么小块，还卖这么贵？花老板不会算错价格了吧？买这只羊花了1600文，一共40来斤，去骨去头去内脏，怎么也能剩个30斤吧？看这样的串法，1斤羊肉可以串10来串签子，这30斤肉就可以串300来串，这可是翻了好几倍呀！这能有人买吗？没错，就是这个价格。太贵了，太贵了！我还不如进店里吃别的呢。羊肉谁家不能烤？就是太贵了，不划算。我不喜欢吃羊肉，太膻，走了。花老板是不是开价太高了？万一卖不出去？没关系，只要肉串好吃，肯定很多人买。我怕我烤的不好吃。没关系，你多尝试，失败几次也没事，只要火候掌握好，其他的就靠调料了。对，不就是烤肉串吗？花老板都调好佐料了，只要自己把握好火候就行。随后，阿毛认真地翻动手里的肉串，小心调整火候，很快香味就飘散出来了。好香啊！这肉怎么这么香？这个卖吗？这把不卖，我们还在试味道里。花老板，您尝尝。花卷喊来墨川和花生，一人拿了一串羊肉和一串猪肉的，试吃起来带了一些焦香，但是肉质鲜嫩，一咬下去还爆汁，孜然和辣椒正好，香。这个真好吃，我拿2串给阿满姐姐。胖婶和阿毛吃的没有功夫开口说话，吃完了肉，只能拼命忍住不舔签子。花老板，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猪肉也好吃。我就该相信您，卖30文都便宜了。下一把可以卖了吧？你要几串？这个肉串价格不便宜，但是看起来又很好吃。1串羊肉和1串猪肉，不，1串羊肉2串猪肉。好嘞，1串羊肉2串猪肉，您吃辣吗？一点点辣吧。好的，微辣，一共50文。花卷清晰抱着，胖婶在一旁仔细听，记下来要问的细节。以后阿毛烤串，他就要负责记单子了。如果没有客人，多出的肉串可以放在架子最边上，没有什么火的地方，等有人了再拿过来重新加热也可以。客官，您的肉串请拿好。客人接过肉串，转身离开，没走2步就被人拦下了。兄台，你快些尝尝，看看这烧烤是否真的那么好吃。你倒是说话呀，味道怎样？这位兄台，你莫不是吃啥了？太好吃了，原来肉也能做得如此美味。真的如此好吃，该不会是托吧？这时林默书刚好来店里取果冻，他老远就闻到了一阵奇怪的香味，这味道必定是小吃店传过来的。花老板，是你呀，你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药房里存放着，我带你去拿。不急不急，你这是烧的何物？好香。这是烧烤，你尝尝。这烤肉为何如此好吃？喜欢吃的话，再给你几串。不，怎可占你便宜？这肉串怎么卖？羊肉20文一串，猪肉15文一串。那我全要了。等等，公子，你怎可一人全部拿完？我们正要买呢。就是，你全卖完了，我们怎么办？肉串冷了就不好吃了，吃几串烤几串，那味道才是最好的。你说的有道理，那猪肉和羊肉各来10串吧。客官吃不吃辣？多放辣，这么冷的天，当然是辣的才够味。好辣，从未吃过这么过瘾的食物。花老板，品尝美食是我唯一的爱好，今日算是不枉此行。这副果冻钱，至于羊肉串嘛，你说是送我的，我便不给钱了。要不我也送你一样东西。他说完便要解下腰间的玉佩。玉佩就算了，太珍贵了，我可以要另外一样东西吗？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你上马车的那个脚凳子。花老板是个有趣的人，行吧，那就把脚凳子送你了。女孩将现代饭店开到了古代，并在店门口卖起了烧烤。没想到首次营业就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好评。烧烤摊营业结束后，花卷就邀请阿满来做小吃店的厨师。第二天，花卷跑了3家大医院，咨询了几个专家，最后买回来7、8种药。随后又来到古玩店。小妹妹，好久不见了，我还挺想你的呢。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小店啊？说完，眼珠子滴溜溜地盯着花卷手上的袋子。麻烦您看看这里的东西。我不用看都知道是好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打开袋子。一只小凳子，这是古代有钱人拿来踩着的，看着是黄花梨，有点年头了。一棵黄花梨树要长上100年才能成材，300年以上才能砍下来做家具，而这个凳子一看就是500年以上的树做成的。果然押对宝了，看那公子哥的样子就知道他肯定不会用什么破木头。那您看值多少钱？花纹清晰，色泽柔和，香味宜人。咦，怎么还有股烤羊肉串的味道？哦，来之前我吃了羊肉串。
这女孩子每次出手都是好东西，价格不能给低了，万一她下次不来了就不好了。都是老熟人，我也不玩虚的，28万我收了。28万啊！哎呦妹妹，28万可不少喽，我真没少报啊，再多我可就真亏了。28万少了点，30万吧。行，30万就30万。晚上花卷刚开店，阿毛夫妻就找到了他。花老板，昨天剩的那羊头可香了，我们加了些水，焖了半个时辰，一点油都不用放，汤奶白奶白的，全是油。那个羊头看起来不大，还有这么多油，你们吃完了吗？那哪能吃完呢？我们昨晚拿羊汤泡了点饭，羊头另有用处呢。羊头炖得烂烂的以后，把皮和肉拿小刀刮下来，用一块干净的布紧紧包好，拿石头压住，放一晚上。然后呢？到了早上，肉都团起来了，再拿刀切成一片一片的，有皮冻有肉，沾点盐巴可好吃了。我还给你拿了一些呢，你也尝尝我们的做法。阿毛，快把羊头肉拿出来给花老板。就是没您做的那么好吃，但是也挺不错的。花卷一看，这肉有拳头那么多，用包的好好的。一个羊肉能有多少肉呀？这是把所有的肉都给我了吧？怪不得他们只喝羊汤呢。谢谢胖婶，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最怕吃羊头了，你们还是拿回去自己吃吧。你打开看看呀，这里头全是肉，不可怕的。那我也怕，你们留着吃吧。烧烤摊摆好，马上就来了一批人排队。花老板，昨天我的话说得太满，您家的肉真值这么多钱，太好吃了。那当然，小吃店出品必属精品。你来了，今天还吃烧烤吗？我请客。我有钱，不用你请。那可不一样，这是一份心意。可是那脚凳特别合花老板的心意。对呀，没想到你竟然拿黄花梨垫脚。这木头我府中多的是，倒是果冻、烧烤这类美味，人间难得一品啊。对你来说，普通的东西在我这就是珍品，而我这儿常见的东西，你却视之为宝藏，倒也是公平。阿毛，给这位公子烤20串羊肉串和20串五花肉，算我账上。随后，花卷来到了建设村子的地方。老伯，你们为什么先建绣房啊？大家商量过了，先把绣房盖起来，然后再盖住的屋子，毕竟挣钱要紧。那你们吃饭了吗？吃了，中午就吃过了。我们身上带着馍馍呢，饿了就啃嘛，省时间不耽误事。那怎么行？这都是体力活，不吃饱怎么干？花卷回到店里，让阿满炒了一大锅蛋炒饭，叫莫川给他们送去。各位叔伯兄弟，花老板让我给大家送点吃的，大家先歇会儿，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呀。花老板客气了，我们都带着吃食呢。我们盖楼不是为了要花老板给我们吃的，我们就是为了报答他，而且绣房也给村里女人活干，他这样我们都不好意思了。花卷这个人就是这样，你们帮他盖绣房还能让你们乐着，就安心吃吧。莫川兄弟，这桶里的是啥？蛋炒饭。乖乖，用鸡蛋炒的米饭啊，怪不得这么香呢。早就听大家说花老板的手艺好，今天终于尝到了。花老板手艺当然好，只是今天的蛋炒饭不是他做的，是阿满做的。阿满是谁？听说那个花老板收留了鬼面女，如今他正在小吃店里做事呢。阿满是鬼面女？哼，你们别老是鬼面女，鬼面女的叫，她有名字，而且她的脸是被烧伤的。说完便走了。村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对阿满有了一丝愧疚。莫川回到店里，就对上阿满急切的目光。他们都很喜欢吃，全都吃光了。这时花卷正在店门口和客人介绍烧烤，赵之周走了过来。花老板，别来无恙。赵之周来我们这儿有何贵干？朝中礼部侍郎与我有同好之意，近日他母亲突发恶疾，倒床不起。知州大人，我不是医生，吃的东西也不能治病，你跟我说这个，我也没办法呀。他母亲是柳城人，随他进京赴任已有30年，一直不曾回家乡。侍郎听闻你这有芋泥做成的奶茶点心，高兴不已。要知道柳城特产就是芋头，他想让母亲尝一尝柳城的食物，以尽孝心，也为了缓解一下一个老人的思乡之情。他知我与你相熟，特让我来和你说，希望能买一些芋泥奶茶、蛋糕之类的。就这样，他完全可以派个小厮来买就行，何必辛苦您跑一趟？的确不止如此，芋头并不常见，他离开家乡30年都没有再见过，可是您的店里却有，所以他猜测您应该和他是同乡，所以想请您为他母亲做一桌柳城菜。这可难倒我了，我和柳城是8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我听过最多关于柳城的食物只有螺蛳粉了。要不我试一下，明晚让他派人来我店里取吧。赵之周听花卷这么一说，高兴了，他留下10两银子作为定金，就急匆匆回去告诉他的老朋友去了。花卷收好银子，一抬头就看见陆明礼在看着他。陆将军，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呀？我最近一直待在京城，与皇上商议战事，好不容易有空，就过来看看。你还会做柳城菜吗？我不会呀。那你方才怎么一口答应？他说要一桌柳城菜，没说一定要我做呀。你要请他人来做？不，我直接去柳城打包，保证地道。
你去柳城，1日之内便可往返。我们有飞机，从天上飞过去，1个半时辰就能到。哦，未来竟然如此便捷。若是打仗，岂不是连人带粮草1日之内便能到战场？第二天，花卷一大早就起来，简单收拾一下就飞往柳城。花卷为了让病危的老人吃一口家乡菜，直接坐着飞机到了柳城，买了一些当地的特色菜。回到古代就立即叫人送去，菜刚送到侍郎府，老人就醒了。这不是柳城菜的味道吗？儿呀儿呀！娘，您怎么坐起来了？我好像闻到了什么味道，是不是我的幻觉？娘，不是幻觉，我还没来得及告诉您，我买到了柳城菜，小厨房在给您热呢，一会就端过来。老夫人情绪有些激动，眼睛望向门口，不再说话了。你快去催催。一会儿菜就上齐了，老夫人起床不便，就让儿子一碗一碗端到床前。这是酸笋的味道，让我尝尝。这是酸笋炒牛肉，但是大夫交代了，您不能吃这些，您就闻一闻吧。你尝尝，你吃一口告诉我，是不是小时候的味道？哎，礼部侍郎应下，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放进嘴里，酸酸的，脆脆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有没有我过去腌的那么好吃？没有您腌的好吃。还记得那年你还小呢，我腌了一坛子酸笋，刚腌1天你就吵着要吃，我不同意，你调皮啊，趁我不注意把盖子打开，伸手进去掏酸笋。我那时不懂事，您还记着呢，酸笋那时还没腌好，我当时尝了一口就吐了，怕您发现，没敢告诉您，把盖子原封不动盖好了。这哪是能瞒住的？你那手沾了别的水，这一掏可不得了。等我打开盖子，里面都长白毛了。我一生气就拿竹条抽了你一顿。说着说着，老夫人笑了起来，礼部侍郎也跟着笑了。当时把你的手背都抽肿了，我又后悔，你的手是要拿笔写字的呀，被我抽成那样，2天才好，你可怨我？不怨，儿子从未怨过母亲。若非母亲节衣缩食、克勤克俭供我读书，哪里有儿子的今天？对了，你看看还有什么菜，再端来我闻闻。好，还有好几个菜呢，儿子一样一样端来给您。他走到桌子处，一眼就看见田螺鸭脚包。母亲，这有田螺，您可还记得小时候我常常去地里摸田螺，回家您就帮我炒一锅，比牛肉还香。他端上菜回头，发现母亲面带微笑，已经合上双眼，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急忙放下锅，冲上前去一探呼吸。娘，您怎么就这样走了？悲伤之余，他又无比庆幸自己能在母亲离世之前圆了他一个念想。这晚，赵知州受礼部侍郎之托，把尾款送给花卷，同时他还带来了一样东西。花老板，我看你在这附近要开绣坊，我把地契给你送来了。谢谢赵知州。花老板客气了，此地原本就是荒芜之地，现在热闹繁华起来了，实际上全是花老板的功劳。现在店里有花生他们3人，我不用被困在厨房了，正好可以再琢磨琢磨做点别的事。外边绣坊盖了几天，阿满就为他们做了几天的饭。有些个村民白天开荒，晚上就过来盖屋子，再吃得饱饱的回家。几天下来，一个个面色红润，完全不像劳累了一天的样子，以至于家里有婆娘的都怀疑自家相公是不是在外面有相好的了。好啊，老娘在家里辛辛苦苦，白天才艺晚上做饭，你倒好，在外面鬼混是吧？冤枉啊！我天天和村里人在一起开荒盖楼，你从哪听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哼！你要不是在外头鬼混，你咋天天这好气色？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气色好是因为这几天都是吃的花老板送来的食物。感情你们天天在外面有免费的美食啊？对呀，阿满做的饭可好吃了。阿满？谁是阿满？就是那天晚上我们抓住的女孩子。什么？是那个鬼面女做的饭？没想到她不会说话，手艺还不错。你可别再这么叫他了，人家有名字，也是个可怜的人。然后把阿满身世一说，惹得他不住的擦眼泪。你瞧小米，我还没说啥呢，你咋就哭成这样了？他太可怜了，我们逃难还有个家人朋友一起，他一个人逃这么远，还在垃圾桶里捡东西吃。对了，你是不是还打过他？我那时候不是不知道吗？我还以为是鬼呢。不行，我明天要去跟他好好道个歉，你也要去，跟我一起。不是，为啥？我一个大老爷们，又不是故意的，我干嘛道歉啊？哼，你去不去？我去还不行吗？随后夫妻2人和一些村民就来了小吃店。你们找谁？花老板，我们找阿满姑娘。你们找她有什么事吗？我可以代为转告。我就是这。
哎呀，我来说，花老板，我们想向阿满姑娘道个歉。我男人他不好意思开口，是这样，我们以前骂过他，我男人还踢过他，我们想当面道个歉，还要谢谢他每日为这群臭男人炒饭。这样啊，我进去问问他。你们等等啊。阿满，外面有些村民找你。阿满眉头一皱，反射性的往后躲。你不要害怕，他们找你有2件事。第一件事是他们想告诉你，你做的饭特别好吃，他们都很喜欢。还有一件事是，他们想为之前对你做的事道歉。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真是太省了。上闲鱼有钱花，快去闲鱼省钱吧。阿满摇摇头，表示已经不在意过去的事了。你想出去接受他们的道歉吗？他们只是为了道歉，就听他们说几句话就行。阿满想了想，指指花卷，你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OK， 没问题。阿满姑娘，我们来是向你道歉的。对，以前不该骂你，给你取那破外号，希望你不要在意。阿满姑娘，你以后中午就到我家吃饭，我中午家就我一个人，你正好教我蛋炒饭怎么做呀。听到这些话，阿满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了，他抬起头，友好的对他们笑了起来。绣房虽然还在盖，活也没停，很快男士冬衣就做好了。丽娘把2套衣服交给花卷，花卷将1套给了墨川，这套送给陆明礼，可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这时代又没有手机可以联系。简单呀，我知道将军府在哪，我套个马车把你送过去就行了。这时间能来得及吗？一来一回1个时辰肯定够了。你们要是还想再聊会儿别的，可就来不及了。那快抓紧时间，我们走。花卷到了将军府门口，开门的小厮一听是花卷小吃店的花老板，也不通报，直接把花卷请进去。花老板，您来的真巧，我们将军刚回府。你不用和陆将军说一声嘛，就这么让我进来了？不用，将军早有交代，若是花老板来了，直接请进去就是。可惜等了这么久，您才来。随后就把花卷带到了一个屋子里，请花老板稍等片刻，我这就去通报将军。没过一会儿，陆明礼就走了进来。花卷，你怎么来了？陆将军，这是绣房新做的冬衣，与寻常衣服不太一样。多谢，这衣服看起来很暖和。这衣服是赶制出来打样的，过几天做好了新的，我再给你送几套过去。过几日我要北上，届时为你寻几块好点的玉石，你拿去卖着玩。花卷刚回到小吃店，就看见一个女人在店门口走来走去。新街老太婆见花卷烧烤摊生意好，便叫苏儿媳妇直接到烧烤摊前卖豆腐。刘氏觉得这样不好，但架不住刘婆子的强势，最后只能找到花卷说明情况。门口的人流集中在晚上，绝大部分食客又都是为了晚饭来的，恐怕没有什么人会买豆腐。我们就是想试试，只要有人买，我这小本生意就能做下去。那你先少做一点，试试看。您放心，我先做2板出来试试看。回家后，刘氏把事情告诉她婆婆，刘婆子得意洋洋，我就说她不会有意见，你真是多此一举。那是花老板心善，换成别人肯定把摊子掀了。第二天，刘氏的相公刘二正要出门去盖房子，被刘婆子拦下来。你别去盖房子了，又不是自己的屋，你操什么心？赶紧去集市上把馍和黄豆买回来，把自家摊子做起来才是紧要事。刘二向来软弱，被自己母亲这么一说，他没办法，只好照着做。到了晚上花卷开店的时候，刘氏就送来了整整1板豆腐。花老板，这是第1板豆腐，请您收下。哇，石头磨的豆腐比机子打得香多了。这么多豆腐怎么吃？一半拿来做铁板豆腐，另一半我另有用处。又有好吃的了。随后，花卷将豆腐切成小块，小火慢煎，要出锅时撒上各种调料。好了，你去厨房外面吃。墨川听话的捧着豆腐来到外面，果不其然，立刻就引起了客人的注意。墨川兄弟，你这吃的是啥新玩意啊？铁板豆腐。做的真香，卖不卖？不卖，热。出门右转，找个豆腐摊，在那买块豆腐，自己回家煎去。墨川兄弟真是开玩笑，我们如何知道怎么煎啊？简单啊，放油，小火慢煎就行。墨川说完不再搭理他们，直接吃了起来。客人们看他吃的这么香，也纷纷跑到外面去买豆腐。姐姐，为什么不把剩下的豆腐一起做了呢？剩下这一半我还有别的做法。姐姐今天随便做的铁板豆腐都这么好吃了，明天的豆腐肯定更香更好吃。好吃是肯定的，但是香不香嘛，就因人而异了。等花卷把豆腐腌制好，刘氏也正好进来找他。花老板，我是来感谢你的，有了墨川的宣传，果然有不少客人去买我的豆腐，再加上村民们的帮衬，今天做的豆腐竟然全部卖完了。这有什么呀？举手之劳。
刘氏刚一回到自己摊子前，刘婆子又骂起来：“你说你一天到晚往那店里跑啥？要不是你今天给他拌豆腐，我们能多卖10多文钱呢。”刘氏不敢回嘴，只能低头，任凭刘婆子在一旁没完没了的叨叨。一段时间后，花卷拿出了腌好的臭豆腐。我的姑奶奶，这东西也太臭了！你要熏跑外面那些客人吗？臭不臭？等我砸完你再说话。你还要砸？用油炸？拿这个锅？不行，有我在，绝对不会让你做这种事的。你们是不相信我啰？你要砸就去外面砸，这里面空间小，未散不出去。随后，花卷就到店门口摆了一个铁锅，食客们见状立即围了过来。花老板又在做什么好吃的？今天我可要排在最前面，你们都别跟我抢！当花卷拿出臭豆腐时，客人们忍不住干呕起来。这时林默书也围了过来。花老板又在做什么好吃的？这什么味道？这是臭豆腐，你要是闻不惯可以站远一点，等我做好了就不臭了。这是在干什么？怎么如此臭？好像谁家粪桶撒了一样。是花老板，好像在做什么豆腐？谁家豆腐这么臭啊？应该是那边的豆腐摊新开的。这话一出口，刘婆子跳了出来，破口大骂：“这才不是我们摊子上的豆腐！花老板，您自个儿说说，您这豆腐是我们摊上的吗？”大娘您先别急，豆腐的确是你们摊上的，可是你说话可要注意一点，这豆腐都臭了，怎么说是我们摊子上的呢？我儿媳妇昨日给你的豆腐明明就是刚做出来的，新鲜的很。刘婆子早就看花卷不顺眼了，自从绣房营业后，刘氏成日往那绣房跑，家务活全落她头上了。哼，你收我们家豆腐不给钱也就罢了，还诋毁我们，害得我们今天没生意，你得赔我钱。娘，您别在这闹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我们家刘二娶了你，简直倒8辈子霉。但你下不出来一个豆腐，你也卖不好，现在摊子名声都臭了，你是不是想饿死我大孙子？刘氏多年的委屈终于爆发了。我赚的钱全都给你，给大房了，你还想怎么样？你一定要在这么多人面前闹吗？你翅膀硬了，敢对我这么说话？谁教你的？这时，一个人从人群里冲出来，一下子跪在刘婆子面前：“娘，您别吵了，都是我不好。你也是个窝囊废，处处不如你大哥，还想着维护你婆娘。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刘二，你要为我好，你就休了我吧，不休我就不活了。”刘二看见自己媳妇这样，也心疼，他下定决心说：“我不休你，我们分家，我们分家。”好啊，你要分家可以，但是你们什么也别想带走，而且不许摆豆腐摊，没了营生，你们要不了多久肯定会回头求我。我可以做体力活，不会饿到你的。刘氏另有想法，他转身朝花卷跪下：“花老板，我想卖这个臭的豆腐，您随便开条件，我都答应。”花卷把他扶起来：“这么臭的豆腐你也要卖？那行，回头我把方子给你，摊子开起来我们照老规矩，3七分。”花老板，你之前可是金口玉言答应了我在边上支豆腐摊，你可别反悔。也说不上反悔吧，只是我当时答应的是你的儿媳妇，所以我只允许你儿媳妇在那摆摊，我只认人不认摊。刘婆子一听这话，正要开口骂呢，莫川走到她前面，居高临下的瞪着她：“这也是你撒野的地儿，还不快滚！”花卷将臭豆腐配方交给刘二夫妻后，夫妻2人很快就在小店外支起了摊子。很多客人没时间排队进小吃店的，便在门口买几串烧烤或者1份臭豆腐。就这样，日子平淡的过了一段时间。这天，小吃店突然来了一对夫妻，说在店里吃坏了肚子。你店里的东西有问题，快要吃死人了。不可能，你们什么时候来吃的？又吃了什么？就昨天晚上吃了你们的火锅，回去就肚子疼，今天还去看了大夫，大夫开了药吃下，一点用都没有，眼看人就快没了。你店里食物出了问题，我告诉你，你跑不掉。他们是不是昨晚真的来吃火锅了？我记得很清楚，他们昨晚的确来过。你是不是搞错了？昨天有这么多人吃了火锅，怎么就他一个人出事？你不是也吃了吗？对呀，我们昨晚也吃了，什么事都没有，怎么就独独你婆娘病倒了？你们是不是想讹钱啊？你们都是一伙的，如今我婆娘躺在板子上，你们还在污蔑人，我是来讨个说法，不是听你狡辩的。如今闹成这样，我婆娘也快不行了，你说怎么办？他情绪有些失控，往前走了2步，瞪着眼睛看花卷。莫川把他往后一推：“你好好说话，站远点。”哼。你们欺人太甚，我婆娘都要不行了，她若是走了，我不会放过你们的。如果是我们店的食物出现问题，我一定会负责到底。但是你也看见了，这么多人吃了都没事，这就说明跟火锅毫无关系。那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他昨天还吃了什么？
没有吃什么了。两人吃了同一份食物，一人出事，这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看这个男人也不像说谎，问他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于是花卷蹲下问女人：“你昨晚还吃了什么？”“柿饼。”他说他还吃了柿饼。对，家里晾的柿饼没了。他一共吃了多少个柿饼？家里约有20来个柿饼，今日我看只剩下4、5个了。竟然吃了差不多20个。前日他见柿饼快起霉，可能怕浪费，就多吃了些。那大夫怎么说？大夫说他是体内湿热浊邪运结不散，形成东西阻碍气血运行。他是吃这么多柿子，难道是胃结石？胃结石是什么？是一种病吗？听名字是胃里长了石头啊。是啊，柿子很难消化，吃到胃里就会团成团，变成石头状的东西。这可怎么治？大夫开了药，照着喝就行。我不是大夫，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呀。他喝了许多药，根本不管用啊。花卷突然想起自己看过的新闻，在柿子成熟的季节，真有不少人吃多柿子得了胃结石。我记得新闻里医生提示，多喝可乐可以溶解一部分石头，快速缓解疼痛。我这里有个偏方，你要试试吗？您愿意帮助我们，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什么方法都愿意一试。随后花卷拿出一瓶大可乐，让他喝这个，多喝。男人听到花卷的话后，拿起可乐瓶就往女人嘴里送，不一会儿女人就面色就好了一些。现在感觉怎么样？感觉肚子没这么痛了。先别急着高兴，还是去看看大夫稳妥些。花老板，您看这药和诊金是多少？我不是大夫，不收诊金，这也不是药，你就付个甜品钱吧。男人付完钱后，带着媳妇高高兴兴的离开了。其他食客看见这一幕，也是感到神奇。这甜汤真是神奇啊，能治胃痛。何止？你看那妇人都快不行了，这是起死回生的药啊！花老板，你这个灵丹妙药可以卖给我一些吗？我也买一些，放在家中以防万一。这不是药，只是饮料，刚才只是偶尔对症，可不能当药喝啊。这不是那个快乐肥宅水吗？真能治病。可乐里面含有一种东西，能快速和胃里石头中和，发生反应溶解，胃疼就自然缓解了。莫川听得似懂非懂，皱起眉头，努力理解花卷的话。刚回到厨房，花卷就看花生崇拜的目光。姐姐，你还会治病，太厉害了。那不是治病，只是一个小偏方。对了，爷爷今天送来了一大箩筐青菜、莴笋和土豆，一个晚上竟然都消耗的差不多了。你爷爷那还有什么蔬菜？以后都一起送来。爷爷还担心送多了吃不完呢，没想到一会功夫就卖完了。我和阿满姐姐一直在切菜都没停过。对了，现在河边好多螺丝呢，我上次回家还看见我小弟在河里摸螺丝。让他多摸一些送来，有多少我买多少，我们做爆炒螺丝吃。那感情好，我小弟现在也能赚钱了。自从跟了花卷姐姐，我们家也变得富裕起来了。你弟弟也不小了，现在家里也有了余钱，可以考虑让他去上学啊。爷爷也是这么说呢，等春耕过了就去找学堂。我们村里没有私塾，城里的学堂又不收我们，最近的私塾要走5里地呢。这时代的人上学真的很难。要不这样吧，先去那边私塾问问，好的话就买个牛车过去也方便，实在不行就等以后我再开办一个花卷小学堂，让诸位村民的孩子都来上学。花生点点头，默默记下花卷的话，回家再转述给爷爷。几天后，花生的小弟果然带了一篓螺丝和一些河虾，个头还不小，看样子能炒7、8盘呢。花卷给了小弟30文钱，小弟也挺腼腆，接过钱话也不敢多说一句，崩了2个字谢谢，然后迅速跑走了。螺丝用来爆炒，河虾正好做个醉虾。随后花卷将河虾洗干净，再用各种调料腌制，端上桌时一个个都傻眼了。不煮了，这还是生的，就是吃这口新鲜。我不敢吃，我怕它咬我。花卷又看阿满，阿满摇头拒绝。花卷夹起一只，在6只眼睛的注视下，淡定地放到嘴里，好吃。你还真吃了，这真的能吃吗？莫川，你尝尝，你不是说我做的菜都好吃吗？那前提是真的菜啊，这就是一盘活虾，它根本就不是菜。趁着莫川说话的功夫，花卷夹着一只虾，直接塞入莫川口中，真香。你不去学变脸，真是变脸界的损失，吃个虾跟要你命一样。随后花卷又端出螺丝，几人咔咔就是炫。这螺肉丰腴细腻，味道鲜美，给我一盆，我能嗦一整个晚上。对了，我爷爷去私塾找老师，听说那个孙子进了大虫，叼走了一个人呢。大虫？什么虫？还能吃下人啊？等等，大虫该不会是老虎吧？就是长得很大的，脑壳上还有个王字。天气暖和，山上的雪化了，它下来找吃的呢。现在房子还没有搭好，只有帐篷，万一老虎顺着路过来，那不就是吃自助餐了吗？特别是阿毛家，如今在做烧烤生意，听他说囤了一些羊肉，就怕老虎闻着味找过来。于是第2天花卷就找到阿毛，听说远一点的村子进大虫了。可不是嘛，怪吓人的，听说叼走了一个人呢。
城里都知道了，那大虫的头啊，据说比井口还大。想办法去弄几只狗吧，我出钱，你帮我买。花老板，这村里哪有狗卖啊？再说老虎真要是来了，狗也不管用吧？如果有大虫进村，狗能弄出点动静提醒大家。你明天去城里看看，多买几只，挑机灵的买，给巡逻队也配上。